帕克看到张幼霞下场重大预言，习近平2026年诡异事件。故事得从中共军队的一场突然地震开始。就在2026年新年前后，北京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权力的游戏》终章。1月24日，中共官方宣布了震撼消息：军中实权派、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幼霞以及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被立案调查。要知道，张幼霞可是军中德高望重的上将，他父亲张宗逊是开国上将。张幼霞本人年轻时也参与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实战，是解放军中少数有过真枪实弹经历的将领，同时又是习近平倚重多年的亲信战友。消息一出，举国哗然。此前几天还被当作谣言的小道消息，竟成为遥遥领先的预言，人们不禁背脊发凉。难道传闻中的军中政变真的在上演吗？张幼霞在军内辈分极高，威望素著。他出身将门，是标准的红二代，年轻时曾在老山前线浴血奋战，带兵打过硬仗，仕途上又深得习近平信任，被视为定海神针般的人物。2022年，中共20大上，72岁高龄的他本该退休，却破例留任军委副主席，显示出席对其倚重。然而现在，这样一位备受尊崇的军中大佬骤然倒台，其冲击之大可想而知。传言这场拿下张幼霞的行动惊险程度不下谍战大片。有消息称，在1月19日深夜，北京长安街边戒备森严的中央军委大楼里上演了一场突袭抓捕，几辆挂着特殊军牌的黑色轿车风驰电掣而至，直奔军委大院。在习近平的亲信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公安部长王小洪亲自坐镇指挥下，公安部第9局，也就是中南海警卫局的特勤精锐发起了一场闪电行动。他们之所以能轻易潜入平日层层设防的军委大楼，是因为内部人员打开了一道隐秘侧门。据传，这个开门人正是当时军委纪委书记仅存的另一军委委员张生民。张生民原本被视为张幼霞一手提拔的亲信上将，如果消息属实，那么这无疑是一出现代版的投名状。他通过倒戈出卖恩师，向习近平表忠。在后门洞开的一刻，多年来戒备森严的军委大楼形同虚设，特勤小队长驱直入，来到张幼霞面前，将其当场控制。他的妻子和在军内任职的儿子也一并被逮捕。据说张幼霞当时虽然震怒，却依然强作镇定这位当年在老山战场上九死一生的悍将。没想到让他栽跟头的不是敌军的子弹，而是身边人的冷箭。当晚，特勤人员还直接搜查了张幼霞儿子的办公室，连一张纸片都没放过。网络上甚至流传出一张1月21日晚间的照片，只见张幼霞北京住宅门前站满便衣警卫。尽管那时张家一家早已被带走，但屋外仍被严密监控，寸草不留。这种带有灭门色彩的闪电抓捕，传递出一个恐怖信号：习近平已经杀红了眼，动手就不留活口，对昔日肱骨重臣也绝不手软。与此同时，北京城内也弥漫着紧张不安的气息。有居民反映，在张幼霞被拿下的那几天，长安街上夜间出现全副武装的军警巡逻，气氛肃杀，甚至一度传出北京进入战时状态，坦克车开上街头的传闻。虽然这些政变迹象后来多被证实是谣传或误传，但无风不起浪，足见当时风声之紧，民心之惶惶。要知道，张幼霞非同小可，他是习近平一手提拔到军委副主席的心腹，又身负战功，享有盛誉。如今横遭重击，被扣上严重违纪违法的大帽子，他的倒台无疑在军中引发震荡波。官方通报的措辞之严厉也是前所未见，通报中连用了5个：严重指控张幼霞、刘振立，严重辜负党中央和军委信任重托，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危害党的执政根基，严重冲击全军团结奋进的思想基础。甚至在提到2人时，已经弃用同志称呼，而是直呼姓名。短短几行字，仿佛将张幼霞定性为阴谋篡权的乱臣贼子。这预示着他将面临军法从事的严厉惩处。
而通报最后那些速读除弊、正本清源的字眼，更让人联想到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大清洗。消息传开后，整个解放军内部可谓人心惶惶。张幼霞与刘振立突然倒台，让所有将领都猝不及防，如履薄冰。毕竟这两人一个是军委副主席，一个是联参参谋长，地位仅次于军委主席习近平，属于军中最高层的少数几人。他们尚且被说拿就拿，其他人岂敢自保？许多军官暗想，也许前一天还在一起开会谈笑，转眼就会被带走调查。从今往后，谁还敢保证自己的安全？有消息称，张幼霞事件公布当天，全军即刻下达指示，要求各大单位召开紧急会议表态，拥护核心决定，并强调全军必须维护习主席绝对权威。可见当局深怕军中出现任何异动，必须先发制人，稳住阵脚。军中的小道消息也是满天飞，有人担心习近平将借此拔出萝卜带出泥，进一步整肃一批军中高层，也有人猜测张幼霞可能涉及一个隐秘的兵变计划。习近平是在生死攸关之际抢先下手，无论哪种说法，都让整个军队笼罩在猜忌与恐惧之中。细思极恐，习近平此举几乎把解放军的整个神经网络都斩断重接了一遍。事实上，自从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后，解放军已历经多次大清洗，宛如连续上演几轮残酷的鱿鱼游戏。第一轮，他借反腐之名清除了前朝掌军的两大巨头，时任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先后落马，军中西北狼派系土崩瓦解。第二轮，轮到清理前任胡锦涛时期的将领，总参谋长房峰辉、总政主任张扬被拿下，在押期间甚至双双自杀身亡。两轮过后，习近平尝到了开刀立威的甜头，愈发肆无忌惮。第三轮，他开始对自己提拔起来的爱将也痛下杀手。2023年夏季，火箭军司令李玉超、政委徐中波突然神秘消失，其后火箭军高层大换血，传出涉严重间谍案。紧接着海军司令董军等人被查，年底又轮到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被免职失踪，一路斩杀过去，刀刀见血，杀得人仰马翻。直到如今，连在军中辈分最高、与习关系最近的张幼霞和联参参谋长刘振立也相继倒下。习近平终于打造出一条触目惊心的斩将封神榜。有评论戏称，习近平这是在用将军们的人头为自己祭旗封神。据不完全统计，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被整肃的解放军中高级将领超过100人，仅2023年1年内就至少有13名上将落马，其中包括了2位兵部尚书级别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和张幼霞。习近平的斩将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远远超过历史上大多数君主。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位17年，换了14位兵部尚书，主管军务的大臣已是多疑猜忌的典型。而习近平执政10余年间，踩着上百名将领的肩膀往上爬，其杀功臣的规模与频率恐怕前无古人，难怪不少人惊呼，习近平莫非是崇祯转世？历史上崇祯皇帝因多疑灭臣而自毁长城的故事家喻户晓。他临朝17年，屡屡处死名将贤臣，例如袁崇焕因莫须有的通敌罪被凌迟，致使边防顿失屏障，卢象升等中将奋战牺牲，却得不到朝廷援助。到了1644年，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入北京城时，满朝文武无人可用，崇祯只能绝望自缢于景山歪脖树，一代王朝就此覆灭。在今天，不少史家都评价崇祯是自作孽不可活，如果不是他疑神疑鬼，大杀功臣，明朝未必亡得那么快。如今习近平大刀阔斧清洗军队，让身边能打的、敢言的、资深的将领几乎都消失殆尽，这和崇祯末年的局面未免惊人相似。甚至有人半开玩笑地形容，习近平现在是看谁都觉得在害朕，已陷入崇祯式的偏执循环。这一次历史会重演吗？有意思的是，就在张幼霞落马前不久，习近平自己似乎也流露出对王朝命运的焦虑。2025年岁末，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罕见提及窑洞之问。
那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提出的问题，如何跳出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周期率，避免红潮重蹈前朝覆辙。这本是个理论命题，但习近平在新年讲话中重提，让观察家们大感惊讶。毕竟一个掌权超10年的最高领导人忽然问起怎样不亡党亡国，听上去就好像他对未来充满了危机感。结果讽刺的是，话音刚落不久，自己军中的大将就出了事，把中共政权推向新的动荡。习近平苦心追问的窑洞之问，老天很快给出了一个残酷的答案。也许谁都无法打破那条朝代兴亡的铁律。事实上，习近平在位10年有余，政权的危机浮现早已处处埋下。一个最大的转折点是2018年，习近平通过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实现长期执政的野心。然而此举也打破了中共高层权力交接的潜规则，引发党内外强烈不安。随后数年，一系列内外交困接踵而至。2019年的香港民主抗议运动遭到北京强硬镇压，中共国际形象重挫。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中国实施严厉的清零管控政策，虽一度压制病毒传播，却重创经济，民怨暗潮汹涌。2022年底，极端清零引发了震动全国的白纸运动，民众走上街头举白纸抗议，在一定程度上逼使习近平放弃清零。但清零的突然放开又导致疫情海啸般爆发，人民生命与经济发展双双受到打击，中共政权的公信力跌至谷底。2023年，中南海更是多事之秋，先有皇储之称的火箭军高层因腐败和泄密疑云被大清洗。秋天时，年仅68岁的前总理李克强骤然离世，引发官民震动。腊月里接连传出将领被查、特使在外遇难等消息。到了2026年开年，这些危机似乎一齐爆发。国际上，美国突然擒拿委内瑞拉独裁者，伊朗发生剧烈动荡，国内则军队高层地震，其核心权威遭遇前所未有挑战，一环扣一环，宛如多米诺骨牌推倒一般。由此可见，张又侠事件并非孤立突发，而是习近平过去10年执政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的集中体现。现在我们再把镜头拉远一点，这场中国军中地震所激起的巨浪早已引发各种传说和预言的共鸣。在中国民间流传千年的预言奇书《推背图》中，有一段文字让人读来背脊发凉，被许多人认为应验了当下局势。推背图第46项的谶语这么写道：有一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短短4句，像极了一个隐晦的故事，耐人寻味。身带弓，谁身上带着弓呢？这是很多解读者争论的焦点。有人说，这暗指一个姓氏中含弓字的军人，汉字张字左边就是弓，而恰巧张姓将领中现代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张又侠。再看白头翁，字面意思是白头发的老人，张又侠如今古稀之年满头银发，完全符合。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这2句更加惊心动魄，仿佛在说东门藏着一把明晃晃的金剑，后门冲进来一位勇士闯入皇宫。人们不禁联想，这不就是典型的宫闱政变场景吗？东门伏剑可能隐喻着某种东边势力的隐藏杀机，而勇士从后门入宫，简直白描了一个武将从背后偷袭皇帝夺取地位的剧情。于是在张又侠事发之后，不少好事者将他与推背图中的带弓军人联系起来，感叹预言成真，张将军名字带弓，又是白发老翁，莫非真如预言所示，是他企图造反夺权？只不过现实中张又侠反被习近平抢先拿下，仿佛预言走向了另一条轨迹。那么这预言算不算应验呢？对此，预言研究者们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或许张又侠并不是预言真正指向的人选，他的落马仅仅意味着更大的勇士正在蓄势待发。换言之，身带弓的军人可能另有其人，而张又侠的倒台恰是给那位真正的勇士清除了障碍。还有一些解读者则提出完全不同的观点，身带弓指的根本不是人，而是台湾岛。因为如果从地图上看，台湾恰似一张扭曲拉满的长弓，
而台湾问题又与中共政权命运休戚相关。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预言的意思变成东方台海方向暗藏锋利的金剑，一场台海大戏将决定北京政权的命运，而最终将有勇士从后门杀入紫禁城，结束独裁者的统治。通俗点说，可能在台海冲突的背景下，中国内部会出现一位英雄豪杰从背后发难，终结习近平的统治。这种解读听上去颇为传奇，但结合当前态势也并非全无道理。更令人玩味的是，有消息称习近平本人对诸如此类的预言并不陌生。据传他年轻时读过《推背图》《马前课》等古书，对其中天命循环的玄机心存敬畏。就连毛泽东当年都曾命人研究《推背图》，试图验证其对中共的预言，而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也酷爱算命和预言。或许这些传言无从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南海领导人忠信风水信预言者并不少见。如果习近平真的对申代公的传说有所耳闻，那么一位姓张代公的最高将领难免让他心生忌惮。也许在他看来，无论张幼霞是否真有二心，都构成了一种宿命般的威胁。与其坐等预言成真，不如先斩后奏，把那只可能拉弓射箭的手臂提前砍掉。当然，这只是坊间的一种调侃式揣测。然而，习近平此番对张幼霞的狠辣手段，倒真像是对着某个宿命在挥刀，充满了一种和命运搏斗的味道。除了中国古老的传说，来自西方的预言也同样扣人心弦，而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被誉为现代诺查丹马斯的英国灵媒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这位老先生在预言界声名显赫，曾成功预测了川普当选、英国脱欧、伊丽莎白女王驾崩、新冠疫情爆发，甚至俄乌战争等诸多大事。2025年年底，帕克发布了他对2026年的系列预言，内容覆盖全球局势，其中关于中国的预言，如今读来让人毛骨悚然，因为它正一一印证在我们眼前。他明确预言，2026年中国将发生一场由内部发动的带有军事性质的政变，换言之，中国军队内部将爆发激烈对抗，从而导致共产体制在中国的终结。帕克强调，2026年将成为中共崩解的关键转折点。帕克并不只是泛泛而谈，他具体描述了一系列可能的事件，来龙去脉几乎就是一部中国政权崩溃剧本。他预见2026年会是一个清算之年，许多过去的谎言将被揭穿，丑闻重见天日，大批贪腐官员将遭清算，社会进入寻求真相和正义的狂潮。而这场清算的导火索很可能源自东方的一次军事危机。帕克提到，2026年3月前后是高度敏感期，台海之间可能发生一起飞机或潜艇的意外相撞事件，这将引发区域局势骤然升级，局部冲突一触即发。美中两军剑拔弩张，日本等周边国家也被卷入紧张对峙，人们甚至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由此爆发。然而，帕克说，最终的剧情出人意料，台湾不会被攻占，世界大战也并未上演，中国反而因这场危机遭受重创，陷入内乱与崩溃。随着外部压力和内部经济问题的双重打击，中共统治轰然倒塌，习近平将被迫下台，黯然退出权力中心，共产党的集权统治将彻底终结。随之而来，中国会出现权力真空和分裂态势，各地区纷纷寻求自治，最终中国可能裂变成许多小国，但这并不是永远的分裂。帕克预言，在数年内，这些新生的国家之间会组成一个类似欧盟的联合体，以民主制度为基础协调运作。帕克还警告，世界和平并不会因中共垮台而立刻到来，相反，接下来数年内，全球将因天灾人祸和地缘政治冲突而动荡不安。他甚至提出5国开战的惊人说法，未来将有至少5个国家几乎同时卷入战火，世界陷入2战以来最严重的乱局。他预见会有人打着宗教、种族和民族主义的旗号，在各地挑起事端，导致骚乱和冲突迭起。同时，他提到石油外交会引发新的军事对抗，或许暗指中东地区可能爆发战争，例如伊朗与以色列或沙特的冲突升级。帕克也没忘记东欧的危机，
他认为俄乌战争即便一时结束，但俄罗斯与西方的对立并未消除，未来仍潜伏着新的战争隐患。他总结道，未来几年，人类社会将因瘟疫、战争、干旱、能源危机等多重因素被推向崩溃的边缘，社会动荡规模将远超我们的想象。听到这里，或许有人要质疑，帕克的预言也未免太大胆了，这简直是描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体吗？然而仔细想想，帕克所说的这一连串巨变和中国许多民间预言的终极场景不谋而合。例如刘伯温的烧饼歌，据传预言瓜分复合，也是说天下先分裂后重新统一，并非纯粹散沙。而在西方预言中也不乏类似对中国未来的描述。因此帕克这套剧本虽听起来惊世骇俗，但未必是凭空乱想。更何况眼下张幼霞事件激起的军中动荡，正让帕克的预言情节看起来越发逼近现实。更令人瞠目的是，帕克对2026年的部分预警已经在开年短短几周内连续命中。他曾在2025年末的预测中提到，2026年将是世界大变局之年，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中东的伊朗政权将出现重大内乱或革命。而事实是，2026年才开始没几天，伊朗就爆发了规模空前的民众示威，反政府抗议浪潮席卷多座城市，直逼当局统治根基。帕克还预言独裁政权会在今年接连垮台，他点了几个国家的名，其中就包括委内瑞拉。果不其然，1月上旬委内瑞拉就传出轰动消息，总统马杜罗在军方压力下被迫下台并遭拘押。虽然委国官媒极力否认，但多方消息在印证。短短数日内，两个长期专制统治的国家接连巨变，仿佛印证了帕克所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独裁者一个接一个倒下。这样的开门红，无疑令更多人开始正视帕克关于中国巨变的预言，不再只是天方夜谭。除了亲眼所见的应验，帕克还强调，他的这些预言并非孤立创建，而是得到了多方灵异信息的印证。帕克在制作预言时，曾特意咨询了印度的一些神秘预言专家，其中包括有着几千年传承的纳迪叶解读师。这是印度一门古老的预言术，相传上千年前，先贤把所有人的命运刻在棕榈叶上，代代由圣者守护，到特定时刻指引有缘人解读自己的命运。帕克连线了一位居住在美国加州的纳迪叶预言师，一起预测未来几年的世界局势。结果发现，纳迪叶所揭示的信息与帕克自己的灵视高度吻合，甚至细节处不谋而合。据那位纳迪叶师透露，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他为不同客人解读的多片棕榈叶中都频繁出现灾难和动荡的影子。其中有一片叶子属于一位女性政治家，上面记载着她在2028年至2029年时将目睹一场毁灭性的大灾难。彼时她已当上某州州长，正在全力应对灾情。更惊人的是，不止一片叶子预言了相似的场景，当3片、4片不同人的叶子都指向同一场灾难时，预言家相信那就绝非巧合，而是一种必然的天意。纳迪叶还警示说，未来数年全球会经历食物短缺、人类行动受限、类似疫情封锁等困境，以及新的更可怕的病毒出现。但同时，纳迪叶也指出了一条改变命运的道路，只有提升精神，行善积德，敬畏神明，才能化解灾厄。这和帕克向来提倡的大灾过后有大福理念不谋而合。帕克由此相信，人类正在经历黑暗前的考验，只要熬过这段历劫，便会迎来一个更光明的新时代。除了帕克，印度少年阿南德与美国牧师比格斯等预言红人也对2026年格外关注，引发预言圈一场大乱斗。阿南德以精通吠陀占星术闻名，曾准确预测疫情等事件。他多次公开预言2025年至2026年是世界旧秩序走向崩溃的时期。针对中国，阿南德警示2026年将是中国体制重生之年，也就是先经历死亡般的剧痛，再获得新生。他说中国会遭遇一场严重的内部震荡，这次震荡非同小可，将导致现行最高权力结构土崩瓦解，掌权者将前所未有的孤立无援。阿南德形容这好比大火之后的重建，烈火焚尽枯枝烂叶，
留下空地才能建立新秩序。这番话让人联想到帕克预言的冰川崩塌和体制重生，东西方预言竟遥相呼应。再看美国牧师布兰登·比格斯，他自称从祷告异象中看到未来图景，曾详细描述川普遭暗杀但幸存的场景而引发关注。关于中国的前景，比格斯语出惊人，他看到一条巨龙断头。众所周知，龙常被比作中国的象征，而龙之首自然隐喻最高领导人。比格斯断言，2026年年初，中国将发生一场出乎意料的崩溃，速度之快如同悬崖断裂，而非缓慢衰亡。他强调，这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是一夜之间出现的权力真空。帝国的龙头被砍下，留下混乱和恐惧。更具体的，他提到这场巨变将伴随极端的粮食短缺和金融体系崩溃，甚至可能出现严重的饥荒和银行挤兑风潮。如果把帕克和比格斯的描述综合起来，似乎是这样一幅图景：习近平政权在内忧外患中轰然倒塌，统治秩序瓦解，经济停摆，民生凋敝，14亿人的未来陷入巨大的不确定性。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如此悲观，在预言热潮中，也有一些相对温和的声音。比如台湾知名命理师周应君就提出，2026年虽然多灾多难，但未必失控。他指出，2026年是传说中的丙午赤马年，紧接着2027年丁未红羊年。中国古代有红马逢红羊，天下大不祥之说，意思是马年、羊年相连之时，往往天下多难。然而他认为，这次赤马红羊节虽将带来政治、经济与国际局势的震荡，整体却属有惊无险，不至于全面崩溃失控。事实上，历史上的丙午年与丁未年确实经常风云诡谲。上一个丙午年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天下大乱，而紧接着丁未年1967年，动乱继续蔓延，全中国血雨腥风。再往上推，1866年丙午和1867年丁未对应清朝同治年间，那2年恰逢太平天国战争后的内乱与列强侵扰交织，大清帝国危机四伏，60年一甲子，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周期循环。但是周应君强调，虽有惊险，但绝处逢生。也就是说，历史的惯性并非不可改写。也许命运给2026年埋下了凶险的种子，但人为的抉择仍能左右结局。我们不妨将这种观点作为一种平衡来看，预言是警钟，但人类依然有自主改变命运的机会。那么，种种预言到底能不能当真？有人戏言，预言这东西灵验了就是天机，不灵验就当没说。毕竟预言毕竟不是预定，未来仍然充满变数，而且人类常常是事后诸葛亮，等事情发生后才恍然大悟，哦，原来预言是这个意思。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这些惊人的预言和现实正在互相靠拢，无论是张幼霞的下场，还是国际局势的变化，都在朝着那些被预言描绘的方向发展。或许我们正身处历史转折的漩涡中，亲眼见证着预言成为现实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民间传说中，类似的预言奇书远不止《推背图》一本。明朝开国军师刘伯温所著的《烧饼歌》就曾被解读为预言共产党兴衰的隐喻，其中有句燕子龙华皆归一，许多人认为暗指以燕子为标志的共产红潮最终土崩瓦解，一统天下的局面结束。另外，清朝末年流传的郑孝胥预言诗、黄檗禅师碑文等古籍，也都有令人玩味的语句，被后世附会到中共身上。即便在西方，也有不少预言被热衷者牵引出与当今中国相关的解读。比如《圣经启示录》中出现过7头10脚的赤龙，基督徒有时用它来象征盘踞东方的红色政权。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的《百诗集》又称《诸世纪》中，也有人找到了对近代中国事件的惊人暗示。当然，预言向来是信则灵，不信则无。但当眼前局势与过往预言描述种种契合时，难免引人浮想联翩。正所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许多中国人正是在这样的心理下，一面关注着现实风云变幻，一面翻找着古老的诗篇，
试图从中窥探自己国家的命运走向。回到中国内政层面，张幼霞事件给习近平政权带来的冲击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从不同立场看这件事，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支持习近平的人或许辩称，提前拿下张幼霞这样位高权重的军中老臣，恰恰证明习对军权的掌控力，显示他雷霆手段，未雨绸缪，避免了更大的危机。官媒当然也是如此，宣传的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称此举展现了惩治腐败无禁区，零容忍，暗示张幼霞、刘振立只是贪腐被查。然而在更多旁观者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另一角度，习近平这么做更像是一场铤而走险的豪赌，他赌的是斩草除根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但风险在于此举极可能彻底寒了军心。事实上，多位分析人士指出，张幼霞和刘振立被查，暴露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已经白热化到内部互信近乎崩溃的地步。习近平如今对谁都疑神疑鬼，而各派高官将领对习也充满戒惧心态。在这种零信任的政治生态下，政权的稳定性无疑大打折扣。事实上，就在张幼霞事件之前不久，中共高层已经阴云密布。2023年10月末，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突然离世，引发舆论巨大震动。官方虽称其死于突发心脏病，但大批民众并不信服，甚至街头出现民众敬献鲜花悼念的场面。李克强在任内以平易近人和开明著称，是党内少有的温和改革派代表。他的骤逝令许多体制内外人士五味杂陈，不少官员私下感叹天不假年，同时也对自身前途感到迷惘。一位曾位极党和国家领导人第2顺位的人物尚且英年早逝，其他人又算得了什么？此事进一步加剧了中共权力圈的惶恐与离心，酝酿着撕裂和对立的氛围。张幼霞倒台，可以说正是在这种高层互信尽失、人人自危的背景下爆发出来的重大事件。如今，中共最高领导层已经没有第2个人可供习近平信任，他真正成了一个孤家寡人，统帅千军万马。这看似大权独揽，实则危机四伏。设想一种极端情况，如果台海或周边真的爆发一场军事冲突，中共军队节节失利，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在那关键时刻，军方会选择拼死替习近平保住权位，还是会为了救国而倒戈另立民主？历史经验往往倾向后者，毕竟军人效忠的是国家，不见得非要陪一个天子玉石俱焚。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武将逼宫的拒马。前文我们提到了1971年林彪事件，当年毛泽东晚年倒行逆施，林彪等人不满，试图发动政变未遂，林彪仓皇出逃，坠机身亡。1976年毛泽东死后，军方元老叶剑英等人迅速采取行动，一举粉碎了江青四人帮，使国家免于继续动乱。再往前看，20世纪20年代的北洋政府也发生过兵谏、军人逼迫总统下野以平息内乱的先例。由此可见，当政权陷入危机时，军方人物往往会以国家利益为由，采取非常手段。现在回到习近平身上，如果帕克的预言情节在台海部分应验，台海一旦有事，而且情势对中共不利，习近平就非常有可能面临来自内部的清君侧压力。一旦中国的精英阶层认定习已经成了国家的灾难源头，他们完全可能联手除掉习，以求止损自救，甚至不必等到真开战。光是目前经济濒临失控，失业潮，民怨沸腾，已让中南海的权贵们如坐针毡。要知道，他们过去支持习，不外乎觉得跟着他有利可图，如今国家前景混沌，他们未必愿意陪习近平一起沉船。当然，我们并非断言军中一定会兵谏政变，但随着局势恶化，这种末日选项的可能性正在上升。正因如此，习近平才格外惶恐，在20大后一刻不停地清除任何他怀疑可能成为勇士的人。可是这种做法无疑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杀的人越多，活着的人越不安，反而更容易铤而走险。时局的张力因此越拉越满，如同满弓搭箭，只待机缘一到就会决雌雄。说到这里，不妨再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张幼霞事件。有观点猜测，习近平除掉张幼霞其实未必真的是因为后者谋反，
而可能是习为了排除军中杂音，好放手做他真正想做的大事，例如攻打台湾。这种推测认为，习大权独揽后将无人牵制，可以更鲁莽地实现他统一台湾的历史梦想。但也有专家反驳，如果习真想对台湾下手，何必要在开战前夜搞得军队离心离德，内部整肃过度，只会降低军队战力。因此也有人认为，张幼霞事件恰恰反映习对发动战争缺乏信心，他担心军中阳奉阴违，不敢轻启战端，所以先用高压手段试探忠诚度。无论哪种分析，更可以确定的是，眼下的解放军比任何时候都缺乏稳定的领导和统一的意志。这对一支随时可能被卷入冲突的军队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隐患。难怪国际上许多安全专家都在紧盯北京局势变化，生怕内斗动荡之下出现误判，擦枪走火引发更大的危机。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市场也嗅到了这场政治震荡的气息。张幼霞与刘振利被查的消息传出后，离岸人民币汇率一度下跌，香港股市军工板块出现异动，国际投资机构开始讨论中国风险溢价问题，纷纷警告北京政局不稳，可能对经济前景带来的不确定性。一时间，北京政变成了外媒报道的热词，许多外国投资者对中国政策走向产生疑虑，甚至连美国政府也据传紧急开会研判中国局势，以防意外情况影响全球安全。可见，张幼霞事件的影响早已超出中国内部，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最后，我们不得不感叹，2026年的开篇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而言都是极不平凡的。短短几周，我们已目睹匪夷所思的现象轮番登场。隆冬的北京夜空响起惊雷闪电，电光照亮紫禁城上空，犹如老天震怒。南半球的天空出现如巨浪倒卷的云墙奇景，海啸悬空，令人瞠目。一颗长着彗尾的长角彗星正飞向地球，预计不久后人们将肉眼可见，平添漠视想象。而国际舞台上，一向耀武扬威的强人政权竟然相继出世，让人恍若置身巨变的前夜。古人相信灾异象征着朝政失德，上天以非常现象做出警告。今天许多中国人再次从异象中读出了类似的警示，他们觉得苍天已在向世人传递改朝换代的信号。民间盛传一句隐喻：金蛇运已终，赤马提前到，意思是2025年癸巳蛇年的气运已在年末耗尽，赤马年尚未正式来临，其凶猛灾厄之势却已按捺不住提前袭来。张幼霞的下场正发生在农历蛇年尾声，仿佛宣告着过去一年的金蛇福运结束，而紧随其后的一系列异象和风波，都像是在告诉世人，属火属血的赤马之年已经开始肆虐。也许这只是一种巧合的说辞，但对处在风暴中心的人们而言，却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了那股扑面而来的寒意。那么结局将会如何呢？习近平的最终命运是如预言所言，难逃一劫，还是能化解危机，续命于乱世？中华民族又是否真会在劫难过后迎来凤凰涅槃？如今谜底正徐徐展开，我们眼睁睁看着预言与现实相互纠缠，历史的大戏已然开场。或许再过不久，我们就将见证答案。有人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无论如何，属于2026年的篇章正在书写，而每个人也都是剧中一分子。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清醒，静观其变。正如那句箴言所示，万人不死，一人难逃。对亿万平民百姓而言，没有大规模战乱便是不幸中的万幸，但对那注定要承受宿命之劫的一人来说，再多的权势也无法让他逃出升天。帕克或许真的看见了张幼霞的下场，也洞悉了习近平的最终结局。现在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历史将如何在这不平凡的2026年展开，谁又将改写谁的命运？今天我们来聊聊2026年东亚可能出现的大震荡。为什么许多人都说台湾将成为全球焦点？这源自近期甚嚣尘上的一些预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国预言家帕克的说法很明确，他直指台海在2026年前后会出现重大军事冲突。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也强调台湾最终会是安全的，
2026年最新的预言讯息已经曝光，内容可谓震撼人心。难道真的如预言所言，中共政权将迎来终局？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些预言与现实迹象，看看2026年的东亚究竟会发生什么大事。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台海局势为何会成为预言焦点。过去几年，台海紧张情势不断升温，各种军事动作此起彼伏。美国前印太司令戴维森早在2021年就警告，中共可能在2027年前具备犯台能力，而2025年更被不少军事专家点名为风险高点，有人担心中共可能会在那一年伺机动武。然而，真正让台湾成为全球焦点的是地缘政治格局的巨变。俄乌战争爆发后，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台海，一旦台海有事，不仅决定两岸命运，更将深刻影响21世纪的国际秩序。正因此，各种预测和传言都围绕着未来几年台海是否爆发战端，而帕克的预言正是众多声音中分外引人瞩目的一个。帕克何许人也？他是一位英国的知名通灵预言家，据称过去曾精准预测川普当选美国总统、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等事件，因此被一些媒体称为心神鬼先知。当然，预言这种事情从来都饱受争议，但帕克的言论仍然吸引了许多人注意，尤其当他谈到东亚和中国时，他的描述细致而惊人。在帕克看来，2026年将是极其关键且充满灾难性的一年，许多重大事件会在这一年集中爆发。我们先从台海军事冲突的预言开始说起。帕克早在2024年初的一次直播中就透露，他看见台湾周边的某个外围岛屿上会出现刀光剑影，他当时形容就像有人宣布我们夺取了你的一座岛屿那样的场景。这暗示着什么？很可能是中共对台湾控制的外岛发起了某种袭击或登陆行动。台湾有一些外围岛屿，比如位于南海的东沙群岛，或是靠近中国大陆沿岸的金门、马祖等离岛，一直被视为可能的冲突热点。帕克的预感让人联想到中共也许会冒险夺取其中一个岛屿，以测试台湾和国际社会的反应。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帕克提到了引发冲突的可能导火索。他说他感觉到可能会有一次意外碰撞事件，一开始或许是飞机在空中相撞，或者潜艇在海中碰撞，甚至两者都有。这种说法并非凭空乱想，因为近年来台海周边已经发生多起惊险的擦枪走火边缘事件。例如，中共军机多次危险贴近美军侦察机或台湾军机，有时仅几公尺之差擦身而过。中共军舰也曾在公海上对美军舰做出高速逼近、逼迫改道的动作。每一次惊险画面曝光，都让人捏一把冷汗。一旦任何一方计算错误发生擦撞坠毁，后果难以想象。帕克正是担心，终有一次这种近距离测试会出意外。试想，如果某架战机在台湾周边领空被撞下来，或者某艘潜艇在台海擦撞沉没，相关各方会不会误判为攻击行为？届时怒火上冲之下，冲突就可能一触即发。帕克甚至将这种场景类比为第3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有媒体标题将他的警告形容为台湾将爆发恐怖空难，成为3战导火线。虽然这表述耸人听闻，但仔细想想也非毫无根据。一场偶发事故如果发生在敏感的台海前线，完全可能点燃大国间的战火。然而，在描述这可怕的冲突景象时，帕克也同时给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台湾将安然无恙，最终是安全的。也就是说，即便台海发生军事冲突，最终局势的走向对台湾有利，台湾并不会被中共征服。帕克为什么这么认为？他进一步解释了他所看见的画面：当新的台湾领导人面对挑衅时，他将立场坚定，极为强硬，绝不退让。我们知道，2024年台湾举行总统大选，现任副总统赖清德胜出，将于2024年5月就任总统。赖清德在中共眼中被贴上台独工作者的标签，因此北京当局对他尤其敌视。如果他上任后，中共果真在外岛挑衅，赖清德预料会采取强硬态度，不会因威胁而改变捍卫主权的立场。帕克的预言还提及了国际反应，这点同样耐人寻味。他表示，
台湾在危机时将获得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合作与支持。注意，他用的是合作与支持，而非明确说出军事同盟。这似乎暗示着，即便没有正式的共同防御条约，在重大冲突发生时，日本和澳洲也会以各种方式介入，站在台湾一边。帕克形容，他看到台湾最终拥有非常先进的空防技术，且这些技术来自与日本的共享合作。这可能意味着日本向台湾提供尖端的防空雷达、飞弹拦截系统等军事技术，但形式上可能不是直接军援，而是以技术交流合作的名义。不仅如此，他还提到其他国家也会卷入，特别是澳大利亚。他看到澳洲在该地区派遣了军舰，这一幕让人仿佛置身未来的战场。美日澳等印太盟友组成防线，共同阻止中共武力改变现状。帕克甚至对时间节点也做出推测，他觉得这种局面可能会在2024年前后开始发生。当然，2024年已经过去，台海虽然风高浪急，但尚未爆发战事。如果往后推算，2025年、2026年依然是危机潜伏的高峰期。事实上，美军将领和智库也多次推演过相似情境。例如，有说法认为2025年中共可能突袭东沙岛，或者2026年在台海挑起有限冲突，以测试美国的决心。这和帕克的预言不谋而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帕克对国际领导力的看法。他直言，当前自由民主世界缺乏强有力的领袖，他几乎数不出几个能让人真正信任，并有勇气带领世界走出困境或与强硬对手谈判斡旋的西方领导人。这番话或许是在影射当时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现任领导者。在帕克看来，美国现任政府对中共威胁的认识不够深，或者假装看不见。相较之下，日本和澳洲反而有更强的警觉心。美国长期奉行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态度有时摇摆不定，但是日本却清楚地认知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澳洲也明白，第一岛链一旦失守，自身难保，所以帕克才会预见日本和澳洲将更加积极地参与防卫台湾。这番分析其实和现实趋势颇为契合。日本近年大幅增加国防预算，部署长程飞弹，防卫离岛，调整安保政策，为台海紧急事态做准备。澳大利亚则与美英组成 AUKUS 联盟，要取得核动力潜艇技术，并计划增购美国高超音速武器，显示出防范中共扩张的决心。澳洲战略界有人警告，战争可能在3年内到来，将当初官方预估的10年内无战事大幅提前。原因很简单，澳洲人切身感受过中共的经济胁迫与渗透，早已心生警惕。他们担心美国未必可靠，所以必须和志同道合的亚洲伙伴加强合作。帕克预言中，日本和澳洲一道出手保卫台湾的场景，正是这种国际现实心态的反应。如果台海本来只是两岸冲突，一旦演变成多国介入，那确实会上升为亚太乃至全球焦点。试想一下，若日本提供技术，美国提供武器与情报，澳洲派出舰艇，甚至印度等国也施以援手，那么中共将面临一个庞大的国际联盟防线。这样的军事冲突不仅决定台湾存亡，也决定整个东亚力量格局的未来走向。难怪被形容为影响全球秩序的试金石。谈完军事方面，我们再看看帕克对中国内部局势的惊人预言，这部分才真正让台湾乃至全世界投以震惊的目光。帕克明确指出，他认为2026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终结之时。换句话说，他看到中共政权在那一年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倒台。这可是一个石破天惊的预言。要知道，中共执政70余年，其统治看似稳固，尽管近年经历经济下行、防疫风波等挑战，但任何预测中共垮台的说法依然显得大胆。然而帕克言之凿凿，并给出了他看见的多重迹象，描绘了中共可能走向末日的剧本。首先是经济问题，帕克表示，中国经济的隐患正在迅速累积，2026年恐怕会成为这些问题全面爆发、引爆危机的一年。他提到了几项关键症状，包括工人被拖欠工资，制造业和地方财政陷入困境，债券违约频传，资金冻结现象蔓延。
整个金融系统开始出现裂缝，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恶化，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楼市泡沫终于破裂。这些听上去几乎像经济灾难片的情节，然而我们回顾现实，会发现帕克所言非虚。202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明显，青年失业率攀升到前所未见的高位，官方甚至停止发布相关数据，以免引发恐慌。多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商相继暴雷，恒大地产、碧桂园等巨头债务违约，烂尾楼问题导致许多买房者断供抗议，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甚至传出部分地区公务员减薪、教师讨薪的消息，还有理财产品暴雷、银行挤兑等金融风险苗头，让金融系统开始出现裂痕。帕克提到的每一项经济乱象，其实都已在酝酿，只是尚未全面爆开。在他的预言中，2026年前后，这一连串经济脓疮将被揭开，中国多年累积的结构性债务和泡沫被迫曝光。当经济陷入乱局，失业潮来袭，金融风暴迸发，帕克强调，一旦中共失去对经济的掌控力，其执政合法性将动摇。这其实很好理解，中共长期以经济增长作为合法性基础，向人民宣称只有我们能带来繁荣。如果经济崩盘，老百姓饭碗不保，对执政者的不满就会直线上升。在中国那种体制下，经济不稳很容易迅速转变为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帕克紧接着预见，中共的政治环境也会在2026年发生巨变，他甚至用了翻天覆地一词，暗示变化之大超乎想象。他明确表示自己认为2026年就是中共终结之时。他具体提到了几个让人瞠目的细节。首先，中共常年在全球布局的影响力网络会在这一年陆续被曝光。帕克举例说，可能指的是英国方面近期揭露出多起中共渗透政界的丑闻。未来我们将看到更多跨国丑闻被揭露，涉及中共以金钱收买政治人物、渗透西方大学体系等等。他甚至提到西方社会中流行的某些觉醒运动，也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议程，背后可能夹杂着来自中国与俄罗斯的资金在推波助澜，目的在于削弱西方社会的凝聚力。这些指控听起来像惊悚小说，但事实上西方情报和媒体近年也揭露了许多中共对外渗透的细节，包括金钱游说、文化统战、情报收集等等。帕克认为2026年前后可能会出现一次大规模的资料外泄或系统性揭露事件，公诸于世，中共输出影响力的证据。当这些黑幕被撕开后，国际上对中共的态度将更趋强硬，中共多年苦心经营的全球关系网将四面漏风。而在中国国内，帕克预见的画面更是戏剧性。他说，习近平的健康和政治权威都将在2026年明显衰退，到了2027年可能已经下台，这几乎在预告习时代的终结。帕克甚至描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细节，习近平将经历一次大型且备受争议的器官移植手术，他推测可能是肾脏移植，并暗示器官来源可能涉及死刑犯，从而引发巨大的舆论震荡。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发生，其冲击可想而知。一方面，最高领导人重病需要换肾本，就足以引发权力真空的恐慌；另一方面，非法器官来源的丑闻将成为政治核弹，彻底击毁中共自诩的伪光正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坊间确实长期有习近平健康不佳的传闻，有时他露面走路姿势异样，或久未公开现身，都引发外界猜测。如果帕克所言成真，那意味着习近平可能已无法稳坐权力宝座。更惊险的还在后头，帕克预言，同一时期中国将有一名军方或安全系统的高层人物突然失踪，随后被宣布在诡异情况下死亡。外界将普遍猜测这是一次未遂政变的结果，也就是说，那名高官可能企图发动政变但失败，被清除。这个情节可谓高潮迭起，仿佛政坛惊悚片。然而在对照现实，我们发现中共高层内斗的迹象早已存在。2023年就发生过几桩离奇的人事事件，国防部长李尚福和外交部长秦刚先后失踪，最终被免职。期间官方没有公开交代原因，引发无数阴谋论。虽然事后当局声称涉及腐败或作风问题，但很多分析认为背后牵扯习近平整肃异己、
党内权斗，因此未来1-2年会不会有更大的风波？帕克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在他看见的画面里，党内派系撕裂，权力斗争在2026年将加剧到极致，甚至引发一场足以动摇政权的大震荡。尤其围绕习近平的病情和接班问题，党内会进行大规模的信息封锁和政治掩饰，各派暗中角力，你死我活。或许有人会铤而走险，试图抢班夺权。就在权斗暗流涌动之时，帕克还预言2026年前后，中国会发生一场带有天命崩裂意味的重大灾难。他举例说，可能是铁路与轨道交通系统发生严重坍塌事故，也可能与三峡大坝工程的结构风险有关。总之，将造成大量伤亡，被视为中国工程体系和政权执行能力的象征性转折点。这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难道会有高铁出轨坠桥、大桥断裂，或甚至震慑天下的三峡大坝溃决？我们无从确知，但三峡工程这几个字无疑刺痛许多人的神经。三峡大坝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工程，也是中共的形象工程。然而自建成以来，有关其安全隐患的讨论不绝于耳，尤其近年极端天气频发，长江流域洪水接连而至，三峡每逢汛期都面临蓄水与泄洪的两难。如果帕克暗示的灾难真与三峡有关，那将是对中共统治合法性的毁灭性打击。毕竟中国传统观念里，朝代末年常有天灾映衬政权失德，所谓天怒人怨，天命不在。所以2026年若发生严重工程灾难，势必被解读为天意，昭示中共气数将尽。让我们回头看看今年年底发生的一件真事，它似乎验证了帕克部分预言。2025年11月底，香港竟然发生了震惊世人的超级大火灾。香港大埔区一个大型住宅屋苑鸿福苑在进行外墙维修时起火，熊熊烈焰迅速沿着棚架蔓延，烧遍7栋大楼的外墙。这场火灾延烧近2天，造成超过120人罹难，数百人伤亡失踪，是香港近代史上死伤最惨重的事故之一。一时间，香港社会哀痛与震惊交加。而令人寒毛直竖的是，就在火灾发生前不久，帕克才在节目中预言，香港将在年底有大事发生。如今回头看，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正是他的预言之应验。帕克在最新的预言中指出，他感觉香港大火背后并不只是意外事故，而是带着强烈政治意味的事件，会在香港社会掀起新一轮的指责与对峙。事实也许正如他所说，火灾发生后，香港舆论开始追究种种管理疏失和黑幕问题。有人质疑维修工程为何使用不阻燃的竹棚和尼龙网，是否有建筑商为了节省成本偷工减料，甚至有人直指香港官场存在官商勾结，制度失火，才酿成这场人祸。这些对政府的愤怒指责，显示香港市民心中积压的不满仍然强烈，并未因高压管制而泯灭。帕克进一步暗示，香港未来将难以平静，可能再次成为风暴的中心。他甚至说，高楼大火可能只是新一轮动荡的导火索，其背后隐藏着与台湾局势、区域政治联动的更大风暴。试想一下这样的场景，2026年前后，香港民众因事故真相问题与政府持续对峙，大陆内部经济困顿，官民矛盾激化，台海这边中共对外挑衅却碰得头破血流，反而激起国际反击。整个东亚局势宛如火药桶周围窜起多道火苗，彼此遥相呼应。帕克还提到一个关键角色，就是印度。他感受到中俄关系在暗中出现了微妙的扭曲，而印度将成为其中博弈的关键角色。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妨这样理解，帕克看见俄罗斯境内有一座大型军工厂遭到重创，这不仅仅是油田被袭击导致油价上涨的问题，而是一场更为隐秘、更具战略意味的破坏行为。他说他看到俄罗斯的军工厂正在俄境内被攻击和毁灭。帕克强调，他并不认为中国会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因此那些出现中文标识的武器残骸背后必定有隐情。例如，这是否意味着俄罗斯早就在囤积中国制武器？因为这次暴露，帕克感觉到中俄关系中存在一种微妙诡异的张力。表面上两国并非公开冲突，但私底下围绕武器市场甚至地缘影响力展开了深层博弈。
他看到中俄之间的关系线条正在轻微扭曲，而印度将在这场博弈中扮演要角。帕克暗示，这种裂痕目前还不会导致中俄公开决裂，但在2026年前后可能逐渐浮出水面，成为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一个隐秘信号。可以想见，如果俄罗斯因战事不利开始对中国有所猜忌，而中国对援助俄罗斯又态度犹疑，那么原本稳固的中俄联盟就可能出现嫌隙。再加上印度崛起后在国际舞台上地位提升，整个大三角关系都在变化，这对东亚局势而言无疑又增添了一层复杂性。说到这里，我们看到帕克描绘的2026年图景是何等惊心动魄。台海有惊险一战，但台湾挺住了。中共内外交困，经济崩盘，政权内斗，政变四起，领导人重病垂危，甚至需要换肾，社会动荡，灾难频仍。香港和国际接连出现针对中共的不利事件，全球力量对比因此改写。难怪帕克用极具灾难性的一年来形容2026年。如果他的预言成真，那对中共而言将是末日狂潮，对东亚而言将是一场地动山摇的大震荡。然而，这一切真的会发生吗？还是说只是巧合与巧妙的推演？在怀疑之前，我们或许该注意到，除了帕克，许多古今中外的预言和迹象也在指向这个年份，仿佛冥冥之中有某种安排。其实早在社群媒体上就流传着奇人王恩庆的传说。这位中国大陆的命理奇人据称曾被京城权贵奉为国师级的人物。他生前对中共的未来做出过一个惊人预言，声称中共红潮的气数只有5位最高领导人，将亡于一个丙火年。怎么解释呢？他指中共国旗上的5颗星星代表了中共5代党魁，分别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没有第6颗星，因为第5代党魁就是掘墓人。习近平作为第5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将亲手把共产党送进坟墓。而下一个丙火年正是2026年，2026年是丙午年，5行属火，5为马，所以也称为赤马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个说法和帕克的预言时间不谋而合。2026年，中共建政77年，自1949年建政起算刚到终点。习近平此时满73岁，虚岁74岁。所谓73、84，阎王不请自己去。中国民间一直有这种说法，觉得人到了73或84岁是个生死关口。虽说这只是迷信巧合，但正如俗语所说，人算不如天算。更有趣的是，还有不少流传在民间的隐晦预言同样指向2026年前后，好似众星拱月般交汇于此。一部在民间秘传的奇书《铁板图》，最后一幅画面就耐人寻味。山谷间有4只黑鸟飞过去了，唯独第5只白色羽毛的鸟半途撞山而亡，鲜血淋漓。旁边还写着一行小字：白羽毛鸟儿撞死在山这边。许多人根据这句话解读，白羽毛的鸟指的就是繁体字习，因为习字上半部像羽毛，暗示习近平最终会折翼半山，飞不过彼岸。民间还有一句玄妙的老话：画江湖，实难逃。据说画指华国锋，因为华语画同音，江指江泽民，胡指胡锦涛，实在某些方言里读作西。实难逃就是说到了习近平这里，中共政权很难逃脱完结的命运。还曾流传过一个离奇的临终遗言故事，有位60多岁的老人，其母亲在文革前去世前经常在家念叨一些奇怪的话：猪死了要刮毛，刮了毛滑溜溜的；炖肉要加水，水开了要沸，最后要熄火。随着年龄增长，他陆续明白了这些话的意思。猪指朱德之死，刮毛指毛泽东去世，滑溜溜指华国锋下台，炖肉要加水里的炖字的读音接近邓小平的邓，水象征江泽民，沸的发音复，近似胡锦涛的胡，最后熄火则暗指习近平。整串隐喻把中共历任领导依次点到，结局便是熄火，熄的时代大火也熄灭，中共终结。另外2002年在中国贵州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了一块震撼世界的藏字石，那是一块天然断裂的巨石，剖面上赫然刻着
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据中共官方调查，这些字都是天然形成，没有任何人工雕刻的痕迹。经专家鉴定，这块藏字石距今已有约2亿7千万年历史。上天似乎早已对中共的命运下了判词，中国共产党在劫难逃。有高人从天象角度解析，认为中共的国运应该是77年，到2026年结束，前后误差不超过1年。也就是说，中共有可能在2025或2026年灭亡。当然，预言终究是预言，未到尘埃落定之时，谁也无法笃定结果。或许帕克的某些细节会有偏差，毕竟未来瞬息万变，而且中共政权看似庞大强势，怎可能说垮就垮？这也是许多理性人士质疑之处。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大帝国的崩溃往往就在顷刻之间。苏联解体前夕，又有几人能料到红色巨人会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而现在，中共正面临类似的内外交困，经济荣景不再，社会矛盾暗伏，高层斗争加剧，国际围堵渐强。如果再遇上战事失利或天灾降临，集权体制内部一旦失控，崩盘速度可能远超想象。一位预言家提供的是他灵视中的图景，也许夹杂主观解读，但却给我们换了一种思考现实的角度。还有一个来自灵性领域的预言值得一提，在帕克之外，另一位名叫布兰登的预言师也谈到了中国的未来。他在节目中提到，似乎看到中国将经历一场大规模的精神复兴，宗教信仰和精神力量会从长期的压制中慢慢苏醒，由弱转强。那种罩在人们心头，不让大家有信仰，也不让大家看清真相的铁幕将被打破，人们将开始苏醒。换更直白的说法，他指的很可能是中国长期的无神论框架将被松动甚至瓦解，人心上的枷锁会被彻底解除。一对照其实不难发现，两位预言家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印证，大震荡之年也可能就是大复兴之年。想象一下那样的图景，2026年东亚风云突变，中共统治崩解，在短暂的混乱过后，中国社会挣脱思想枷锁，人们重新寻找信仰和价值观，长久被压抑的良知与传统回归人心，新的政治社会秩序开始萌芽。对世界而言，这将是一场巨大的巨变。一个10几亿人口的大国改朝换代，影响之深远，可比肩1991年苏联解体，甚至有过之。届时东亚的政治版图将被重绘，国际格局也将进入新的篇章。而台湾作为这场历史巨浪中的关键一环，将何去何从？从所有预言迹象来看，台湾反而可能在大震荡中稳如磐石，甚至成为带领华人世界走向新纪元的灯塔。台湾多年来坚持民主与自由，经受住了外交孤立和军事威胁的考验。如果中共倒台，那些压在台湾头上的战争阴云将瞬间消散，台湾不再需要天天提心吊胆，防备飞弹与军舰的威胁。而台湾作为成功的民主范本，或许会在中国巨变后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想见，国际社会将更加重视台湾的战略价值，因为台湾的存在证明了华人社会完全可以在民主制度下繁荣稳定。一旦中国政权更替，台湾可能成为协助大陆重建秩序、提供经验的榜样和桥梁。当然，短期内难免有难民潮、安全外溢等挑战，但长远看，那将是两岸关系和平新生的契机。总而言之，2026年在各种预言中被赋予了浓重的一笔。东亚大震荡，台湾成全球焦点，似乎命中注定要在那一年上演。帕克的预言将信将疑，但他所描绘的脉络，其实我们已隐约看见开端。经济泡沫幻灭的征兆，政治压力锅的喷发，军事对峙的白热化，都在一步步逼近临界点。或许最终的剧情不会与预言者描述的每一细节都吻合，但如果我们静心观察时局，就能发现历史的巨轮确实在向着某个转折点滚动。当那一刻来临时，恐怕世人无不将目光投向台湾海峡，投向北京，投向整个东亚。那将是见证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瞬间。希望届时我们都能平安度过乱局，迎接一个更和平、更自由的新时代。正如古人所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或许2026年的惊涛骇浪之后，
东亚会迎来转机，迎来令人欣慰的春天。到底预言是否灵验，最终还是要由历史给出答案。而身为这个时代的亲历者，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保持清醒，审慎以对，既不盲信危言，也不掉以轻心。当风暴真的来临时，唯有坚守普世价值和人性良知，才能让我们在巨变中立于不败之地。让我们拭目以待，迎接2026年可能到来的巨大考验与契机。事情正在2026年的开端急剧上演，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突然出手，拿下了军中2号人物张又侠。一时间北京风声鹤唳，甚至传出军车进京，坦克布防长安街的画面。更惊人的是，英国灵媒克雷格·帕克刚在年前预言过这一幕，习近平可能发动一场政变式的内部清洗，继而铤而走险，掀起台海战争，引爆中共政权的终极危机。如今预言似乎一一应验，内战一触即发，难道历史正走向帕克所说的剧本？今天我们就从头抽丝剥茧，深入探讨这场习张斗背后的惊天秘密，以及台海局势将受到怎样的冲击。整个故事充满戏剧性，仿佛一部现实版权力的游戏，就让我们一步步看下去。中国传统历法中，2026年是丙午年，也就是俗称的火马年或赤马年。民间传说火马年多动乱，烽火连天。历史上1966年也是丙午火马年，那一年爆发了10年浩劫文化大革命，神州大地动荡不安，无数人深陷灾难。60年一甲子循环之后的2026年，真的会再现大劫难吗？许多预言家给出了惊人的答案。英国著名预言家帕克在去年年底发布了2026年预言，他直言2026年将是清算之年，世界格局风云变色，多国政权面临覆灭的命运。其中他特别点到了东方的中国和台海局势。帕克强调，过去被掩盖的真相将在今年大白于天下，许多谎言会被揭穿，威权独裁者将一个个倒台。听起来像玄幻故事，但帕克过去成功预言了新冠疫情、川普当选、英国脱欧、俄乌战争等大事，在西方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更巧的是，帕克的预言几乎与华人圈流传千年的推背图等神秘预言不谋而合，今年似乎注定是集权崩塌、天下巨变之时。刚跨入2026年的门槛，世界巨变就接连登场。新年伊始，美国前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宣布一项惊人行动，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被美军秘密抓捕，押送至美国接受审判。紧接着，中东的伊朗爆发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浪潮，伊斯兰政权摇摇欲坠。两个长期对立美国的独裁政权，一个突然垮台，一个陷入革命边缘，而这正是帕克在预言中点明的开场剧情。他原本预测伊朗今年会出现大变局，没想到开年短短1周内，连委内瑞拉政权也出现终局。人们不禁瞠目，帕克的剧本难道正在逐一成真？帕克预言今年不会只是单一战场的冲突，而是多个火药桶将被点燃，世界将卷入一场前所未见的动荡。美洲、欧洲、亚洲，多米诺骨牌将接连倒下。他甚至提醒世人要当心一场由人工智慧主导的网络战争同步爆发的天灾和金融危机。种种警示让人不寒而栗。然而，相比国际风云，帕克特别强调的终极靶心在东亚。在他的预言中，中共政权将在今年面临冰川式的崩塌，一开始只是出现裂缝，接着发生不可逆的大规模解体。帕克预言的转折点将在2月份，中国农历新年过后，尤其是3月前后，台海可能爆发军机或潜艇相撞的意外，进而点燃战火。届时，日本等周边国家也会被卷入战局，引发一场多国冲突。但令人玩味的是，帕克说这场战争并不会让台湾被攻下，反而会重创中国本身。他斩钉截铁地表示，中共将因这场冒险而元气大伤，经济崩盘，社会动乱，最终导致习近平失去权力，独裁政权走向倒台。更震撼的是，他预见中国之后将四分五裂，分裂成许多小国，未来可能组成类似欧盟那样的联盟体制，
边境开放，自由贸易，人民摆脱集权束缚。有些人听到这里也许会质疑，这是不是太过天方夜谭？一个庞大的中国怎么可能突然崩解？然而，随着1月份过去，现实中发生的剧情正一步步印证帕克的惊人预言。就在中国内部，一场巨大裂缝已经出现，而且随时可能扩大为崩塌。2026年1月下旬，中南海爆出震撼消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被宣布落马。1月24日，中共官媒突然发布通报，称张又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经被立案审查。与他同时被拿下的还有另一名上将，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这相当于中国军队的2号和7号人物一起倒台。消息传出，外界一片哗然。要知道，张又侠地位极高，是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级别属于副国级，且现役排名仅次于习近平的高级将领。他还是红色开国元勋之子，父亲与习近平的父亲早年是战友，有所谓红二代世交背景。2022年中共20大时，年逾70的张又侠违反常规高龄留任，就是因为习近平破例保他继续掌权，以倚重这位老战友。然而谁也没料到，不到1届任期，习近平竟然翻脸清洗了这位曾被视为最铁杆盟友的老大哥。官方对张又侠的指控让军中专业人士哭笑不得。通报中称，张又侠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是一句拗口的罪名。所谓军委主席负责制，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体制，本意是确保军队听从中央指挥。然而习近平上台以来，这条本是制度的原则早已被异化成个人效忠契约，谁对最高领袖有二话，就是违反负责制。张又侠身为军委第1副主席，职责本是协助主席处理军务，如果他在某些专业决策上持不同意见，就被定性为破坏负责制，那等于宣布不许有任何反对声音，军中只能有一言堂。从法理上讲，法律和党章规定的是制度而非个人，若将不听其指挥等同于违宪，无疑是将个人权利凌驾于国家体制之上。这种荒诞指控被不少军官直斥为政治笑话。不仅如此，通报对具体违法内容只字未提，只用一顶笼统帽子就给2位上将定罪，活脱脱像历史上罗织莫须有罪名搞政治清洗的翻版。许多军内人士一看便明白，这不是正常的贪腐调查，而是一次闪电式的政治清洗行动。至于为何清洗，在官方语焉不详的背后，隐藏着惊心动魄的内幕。张又侠被抓的当天，知情人士对海外媒体爆料了一系列细节，勾勒出中南海高层权斗的轮廓。据透露，1月24日傍晚，国防部对外发布张又侠、刘振立落马通告的前几个小时，中央军委办公厅已经紧急向各级部队下发了至少2份密件，要求各单位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一致，并立即开展学习讨论，向习核心表忠表态。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许多部队拒不表态，更没有组织任何学习活动，几乎是在跟党中央对着干。消息人士形容，从指挥官到普通士兵对军委的不满和抵触情绪正在蔓延。命令发下来了，但没人当回事。更有甚者，许多基层官兵私下都直呼习近平为包子，也就是说，军中上下对最高领袖毫无敬畏，没人愿意替他卖命。这画面十分魔幻，以往党令军令如山倒，如今军中竟公然消极抗命。显然，张又侠突然落马，已点燃了军队系统对习近平长久不满的一颗火药桶。一名爆料者甚至警告，如果中央不尽快放人，释放张又侠和刘振立，那么军委高层将逐渐失去对全军200万现役部队的指挥能力。这种措辞已经相当胆大，暗示军中可能出现分裂，导致中央军委失灵。北京当局对此当然心知肚明。从1月24日晚到此后几天，北京城陷入多年来未见的高度戒备状态。中共中央军委连夜提前进入临战状态，这是中共军方的最高等级安全戒备机制，一般只会在最高领导人出访国外，担心国内发生异常时才会启动。如今领导人并未出访，却拉响了对内的最高警报，意味相当不寻常。军委大楼周边加强了安保，
中央警卫局直属保护中南海的特种部队大量进驻要害部位，有人目击他们搬走电脑、档案资料，用纸箱封装文件，现场气氛高度紧张。首都街头也出现了久违的荷枪实弹巡逻队伍。据网民拍摄画面，1月26日，长安街上执勤的已不再是普通交警，而是由军队士兵、警察、武警和特警组成的4合1联合武装巡逻。天安门广场周边更是5步1哨、10步1岗，草木皆兵，整座城市弥漫着肃杀的紧张感，仿佛一夜之间，北京变回了40多年前的戒严状态。种种意象背后说明，中南海里确实出了大事，而且这件大事还远没完结，正有我们未知的风暴在暗中酝酿。到底是什么风暴把北京搞得如临大敌？随着张幼霞被抓消息曝光，他落马前的一封密信突然在网络疯传，有人称之为张幼霞的遗书或最后告白。这封信内容极其劲爆，尽管目前无法证实作者是否真是张幼霞本人，但信中许多细节与近期局势高度吻合，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信中逐条列举了张幼霞与习近平之间多年来存在的重大分歧，包括何时动武武统台湾、与俄罗斯合作的深浅、军官提拔标准等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台海战争的争执。信里透露，在中共20大后的某次高层会议3中全会前夕，习近平提议要趁俄乌战争之机迅速发动攻台行动。他认为俄国牵制了西方精力，是大陆武统台湾的良机，但张幼霞激烈反对，强调这样的时机和条件并不成熟。习近平因此勃然大怒，气急攻心下竟然当场病倒住院，那次高层会议差点因此中断。这段爆料让人联想起去年下半年盛传的一些怪事。2023年秋天，中共突然推迟召开原定的3中全会，习近平还一度从公众视野消失了半个月，引起各种猜测。有人怀疑他那时身体出了状况，如今密信揭露，似乎与此时间吻合，难道习近平确实因不满军中掣肘而气病了？更惊人的是，信中提到习近平一直在寻找机会，发自内心的想发动一场战争，他特别想亲自指挥一场宏大的战争，习的好战之心昭然若揭。相对的，信中说，我张幼霞本来也很想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但后来听了刘亚洲的分析，吓出一身冷汗，几十万军人填到海里，也靠近不了台湾岛。短短一句话，让我们嗅到了张幼霞和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路线决裂的真实原因。张幼霞提到的刘亚洲，正是中共空军上将、前国防大学政委，一位在军内享有战略头脑声誉的将领。他曾撰写大量犀利文章，分析中共体制积弊和对美作战风险，是少数敢放言军队政治问题严重，体制不改必有大败，以及提醒台海开战将招致灭顶之灾的军中智囊。也正因此，刘亚洲在2021年被习近平以涉嫌腐败之名秘密逮捕下狱，再无自由。张幼霞在信中提到自己原也热血赞同武统，但听完刘亚洲一席话后如坠冰窟。原来真的打起来，就算一次性搭进去几十万解放军，填海般冲向台湾，还是靠不了岸，登不了岛。而且刘亚洲的分析远不止于此。据密信后半部分披露，张幼霞清楚预见了武力犯台的可怕结局。战争一开打，日本势必立即卷入协防，紧接着美军也会参战。届时中国沿海的军事基地、关键桥梁、油库储备都将在开战数小时内被美日联军精确打击摧毁。解放军方面即便能对台湾本岛造成一些破坏，但很快就会陷入补给断绝、空中制霸权丧失的绝境，除非动用战术核武，不然根本无法攻下台湾。而一旦真的进入焦土大战，不论结果如何，中国都将面临战后巨额赔款、海外资产全数被冻结的惨况，国家经济崩溃，百姓涂炭，国将不国，亡党亡国。换言之，武统不但统一无望，反而极可能断送中共政权自身。这封信等于给习近平泼了一盆透心凉的冷水，更像在向全军发出紧急呼吁，千万别陪着最高领袖一起疯狂走向毁灭深渊。信的最后，张幼霞言辞恳切地
痛斥了习近平身边的小人。他指出，习近平如今被一群马屁精包围，这些人把他捧成了绝世伟人，助长了他透过战争建立丰功伟业的妄念。而像刘亚洲这样肯讲真话的忠臣良将已悉数下狱，他自己预料恐怕也难逃被罗织、叛国、贪腐等莫须有罪名的下场。字里行间透出一种悲壮无奈又义愤填膺的气息。如果真是张幼霞执笔，那么这封密信既是他对国家民族前途的肺腑忠告，也是对自身命运的预见性告别。如果密信出自他人杜撰，那这位作者对中共高层内幕和台海战局走势的把握亦堪称入木三分。无论如何，密信的内容逻辑与当前中共政局动荡的迹象高度吻合，难怪一经传出便在海内外刷屏，引发轩然大波。密信曝光的猛料使张幼霞被抓事件陡然升级为整个中共体制的危机，信中描述的种种矛盾迅速在现实中得到印证。多名接近军方的消息来源向媒体证实，习近平与军队高层在要不要武力攻台这个根本问题上长期存在尖锐分歧。一位知情者说的直接，中共军队都很清楚，一旦真打起来就是大量伤亡，甚至一个兵种整个打光。这意味着不光张幼霞，绝大多数职业军官都明白对台开战是死路一条。另一位消息人士说，目前军中普遍共识是，现阶段对台采取高强度军事行动不具备可承受的战略条件，平时绕着台湾岛晃两圈，虚张声势一下可以，但真要打仗，没人愿意承担那后果。也就是说，对台动武并非军方基于专业判断的需求，而更多只是习近平出于个人政治考量在推动的一个选项。南部战区一位现役军官直言，万一真开战，死在前线的都是老百姓的孩子，像普京这类人永远躲在后方，他们不用上战场，但老百姓会失去亲人，谁愿意打这种仗啊？他进一步指出，所谓统一台湾更多只是某些当权者想名垂青史的政治意图，并不代表广大官兵的真实想法。老百姓看来，有人想通过战争刷声望，争取军费，但这种观念在军中根本没有市场，我们没人想打仗。从这些话可以看出，中共军队内部早已人心思定，不愿陪习近平以卵击石。习强推武统一城，实际是在逆整个军队的意志而行，难怪如今引爆强烈反弹。张幼霞常年镇守军中，在将士间有较高威望，他的观点显然代表了军内主流专业意见，而习近平将这位实战派将军一棍打死，传递出的信号是不为公是举，只唯命是从，凡是不绝对服从我的人都可以被拿下。如此一来，军中人人自危，群情激愤，也就毫不意外。正如有评论所言，当规矩不再保护任何人时，所有人都可能铤而走险。张幼霞的倒台反倒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把潜伏的反抗情绪全面激发出来。很快，北京城便传出了更轰动的传闻，张幼霞旧部谋划兵变。有消息指称，张幼霞在军中深厚的人脉网络开始运作，几个信得过的部队将领秘密联络，试图发起联合行动逼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驻河北保定的第82集团军，这支部队前身是赫赫有名的第38军，因战功卓著被称为万岁军，长期担负拱卫京畿的重任，装备精良，机动迅速，可谓北京最后一道大型野战部队屏障。据称，第82集团军中有不少高层军官曾是张幼霞在总装备部或军委机关时期的部下，与他情同骨肉。当他们得知恩师被逮捕，罪名竟是那样含糊的政治口袋罪时，无不感到义愤与耻辱。用莫名其妙的政治术语抓捕统帅，简直是对整支军队尊严的践踏。于是有消息说，第82集团军出动，重装甲部队向北京推进，装甲车和坦克一路开到首都南六环一带，在京郊战略要地部署。更有目击者声称，随后在北京长安街沿线也出现了第82集团军装甲车警戒的踪影。如果这消息属实，那意味着北京的外围防线已被拥护张幼霞的叛军突破。要知道，北京的安全通常依赖3道圈层，市内有中央警卫团，城周有武警部队，
远郊要地有野战集团军驻防，而第82集团军作为御林军，若真的调转枪口直奔京师，就说明局势已经危急到一定程度。他们判定习近平所谓军委主席负责制已名存实亡，甚至认为张又侠才代表了合法的军权。还有传言称，当第82集团军突然逼近时，习近平一方猝不及防，一度紧急躲入防空洞掩体以测安全。然而躲进地下虽可保命，却等于失去了对全国全军的及时指挥能力。在军事政变中，看不见比不存在更危险。假如再有更多战区响应倒戈发生，躲在地下室的最高统帅可能连命令都传不出来。所幸由于几十年来中共对军队的严密控制，这次兵变传闻最终并未发展成真正的内战。第82集团军的动作更像一次武力示威和投名状，而非全面起事。随着中央警卫和其他忠于习的力量在京城部署，第82集团军没有进一步冲击城区核心，据传已奉命撤回驻地。尽管如此，这次险象环生的对峙已经创下中共改革开放以来的先例。军队疑似以武力向中央表达不满。习近平执政10年，从未像此刻般离内乱那么近。甚至有海外媒体报道，习近平当局为了安抚军心，不得不在内部表示张又侠依然保留军委副主席头衔，案情还要调查，试图淡化抓捕的激烈意味，仿佛在告诉将士们，张副主席还没定罪，一切等查清，以平息众怒。这一幕无疑证明，张又侠事件已经引爆了中共建政以来罕见的军队高层离心风暴。北京政治圈一度盛传一个问题，在中国，为何解放军始终无法兵变成功？常见的答案是，中共多年来通过设置政治委员制度，层层监控，确保部队各级主官彼此掣肘，没人能单独调动兵马。同时，中央警卫局、战略支援部队等嫡系牢牢控制着指挥中枢，兵华苗头稍现就会被扼杀。因此，哪怕个别部队不满，也难以串联出大规模哗变行动。然而这次情况不同以往，军心涣散是从上到下的普遍现象。如果再加上对台开战这颗引线一旦引爆，真有可能出现全军各派系各行其事，甚至群起抗命的混乱局面。大批官兵已经表明不愿为习一人之私送死，这意味着一旦习近平执意开战，不排除军中有人会把枪口对向北京中南海，而非台北。正如密信里传达的那个惊天动念，打台湾不如打中南海。其实，习近平与一众将领闹到如今翻脸的局面，几年前就隐隐有预兆。有人说，这正应了推背图中的远见。推背图是流传千年的中文预言奇书，被认为神准预测了历朝历代的兴亡更替。其中第46项画着一名身背弓箭的武将和一首谣谚，有义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箭，勇士后门入地宫。许多解读者认为，这一项正预言了中国将发生一场宫廷军事政变。更诡谲的是，习近平本人据传对推背图深信不疑，他上台后采取的一些行动，似乎就在围绕这首谣谚消灾解厄。比如，他上任后首先大力整肃的就是掌管导弹核武的火箭军，因为火箭军标志是一支带弓箭的图案，刚好对应图中身带弓的军人。而2022年，他破例让时年69岁的张又侠留任军委副主席。也有人说是因为张又侠三字中藏着一把弓，张字自不必说，侠字上面一个夹字，形似张开的弓。习也许早对此心存忌惮，但碍于亲情信任，暂且倚重张，又或许想将计就计以安抚军心。不过最终带弓的张又侠还是没能逃过被清洗的命运。与张一起落马的刘振立上将，他的姓刘，在繁体字里可拆解为卯金刀，其中的刀立刀旁竖着写，看起来就像一把剑，对应谣谚里伏金剑。如此一来，第46项几乎丝丝入扣印证。在此刻，习近平对军队的整肃终于搞到军人带弓伏金剑的高层头上，引发了军事政变级别的动荡。资深媒体人唐浩在分析时说，推背图早就预言了习近平的最终下场，习恐怕命中注定要成为终结中共政权的那个人。唐浩的观点很发人深省，
习近平原本有2条路可选，顺天意而行，成为代工军人挥剑斩共的执行者，主动解体中共，或者逆天意而行，一心保党称帝，结果终将被天意利用，以另一种方式逼得他亲手结束共产党统治。习近平上台最初几年，大力反腐打虎，清洗江泽民派系，曾一度走在灭共休命、按天命除掉共产党的命数的轨道上。然而19大之后，他转向叛命保党，走上集权独裁之路，一心要将红色江山传之万世。如今他对军中异己和隐患的大清洗，重创了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和对台进攻计划，反倒加速了中共灭亡。军队因他内斗闹分裂，整个政权已现裂痕。唐浩指出，不管习近平选择哪条路，中共灭亡的结局都不会改变。如果他不顺天意自行了断共产党，上天就会安排另一种剧本，让他被动地引爆共产党的末日。眼下发生的一切，不正是这个剧本的序幕吗？习近平这几年的加速举措，看似在自残共产党的根基，如今如果他再与各路军头斗个你死我活，最后会不会演变成政变、兵变叠加民变，多方势力讨伐甚至消灭他，同时也连带消灭了共产党。如此一来，习还是完成了顺天休命、顺应天意，让共产党的命数终结的宿命，只不过过程将异常惨烈，共产党也会把它陪葬而已。更巧妙的是，推背图第58项还提到，关中天子礼贤下士，顺天休命，半劳有子。颂曰：一个孝子自西来，手握钱纲天下安，狱中2件惊其美，前人不及后人才。唐浩认为，这暗示未来的真命天子出自中国关中地区，而习近平老家正是陕西关中。半劳有子指字弥，孝字，习以孝顺母亲著称，符合孝子西来的描述。然而顺天休命的关键在于，这位天子要顺应天意，除掉一个人的命。谁的命？共产党的命。习近平上任后前半程大反腐，本来有点除共产党的命的意思，但后来他变卦保党，结果等于逆了天意，所以天意将安排另一个人来承接使命，彻底解体中共，成为新的后人明君。而习近平则沦为被天意弃掉的前任，最终只能随共产党一同覆灭。宋文里狱中2件惊其美一句，唐浩解读是指美国国旗2度出现在中国。川普总统曾于2017年访华，预计今年4月将再次访问北京，这正应了2件美国旗。而一旦第2次奇美出现后，紧接着就是前人不及后人，才似乎预告习近平的命运将走向终结。无论这些古老谶语是否真有定数，至少它与当下局势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共鸣。习近平越是执着保党称帝，反而越可能因内外交困而翻船，成为历史转折的牺牲品。分析到这里，观众朋友们不妨思考，面对内外交逼，习近平接下来会怎么做？他会选择收手认输，还是孤注一掷，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来转移视线，巩固权力？历史上，濒临崩溃的独裁者往往喜欢赌上一把。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阿根廷军政府在1982年4月入侵福克兰群岛、马岛。当时的阿根廷将军加尔铁里政权因经济危机和民怨面临垮台，他妄图借由挑起对英战争来激发民族主义，转嫁国内矛盾。结果战争大败，不仅政权没保住，反而加速倒台，被写进了经典反面教材。今天的习近平是否也处在类似心态？有观察家直言，习近平眼下骑虎难下，几乎被逼到只能打台湾来自救的绝境。为什么这么说？一方面，他党内政敌林立，去年以来接连爆出的高层人事地震，如外长秦刚、沈隐，火箭军司令部离奇大清洗，国防部长李尚福被撤换失踪，现在连军委副主席也出事，使其威望受创。习近平近年频繁出手整肃，已令党政军系统人人心怀鬼胎。如果此时他功成身退，那还好说，但他显然无意退场，还想至少再执政5年甚至更久，因此他只能靠更强硬高压的手段震慑全场。然而靠抓人杀鸡，儆猴是把双刃剑，动作小了无济于事，动作太大反而引火上身。张幼霞事件正是如此，
另一方面，国内经济江河日下，地产泡沫破裂，失业攀升，财政枯竭，使中共政权的执政合法性越发岌岌可危。今年2月，还爆发了前所未见的全国性医保抗议潮，广大退休老人走上街头，反对政府削减医保，引起舆论震动。虽然当局暂时安抚下去，但民怨已如草原野火，处处埋伏，等待风吹。对习近平而言，制造一场外部冲突，煽起民族主义狂热，是他手上不多的可选剧本之一。而台湾问题则是他宣传多年、积累最多民意基础的棋子。如果他能把国际局势炒热，让百姓仇视外敌胜过仇视自己政权，那或许能暂时稳住内部阵脚。更不用说，他确实怀抱一颗不甘平庸的帝王之心，希望透过收复台湾，打赢一场战争来名垂青史。密信中那句发自内心的想发动战争，恐怕并非夸张。想当年，阿根廷的加尔铁里固然是败军之将，但另一位更臭名昭著的独裁者希特勒却曾靠着对外扩张，一度成功转移国内焦点，维持了法西斯统治。当前中国经济困局让人联想到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而习对军权的极度掌控也与希特勒有几分相似。如果此时他选择对台湾出手，很难排除短期内的确能起到激发狂热、转移矛盾的作用。毕竟在集权国家，战争常被当作巩固统治的最后灵药。然而，习近平真敢打吗？从军方披露的态度看，他会面临孤军冒进的处境。帕克的预言更警示，这将是引火自焚的选择。耐人寻味的是，帕克预言中描述的台海战局与张又侠密信的分析惊人的相符。冲突爆发，日美卷入，中共遭重创，台湾反而安全无虞。两份来自东西方、形势截然不同的信息，却像在讲述同一件事，那就是武统台湾将成为中共的绝命终局。而如果习近平偏不信邪，硬要一搏，那很可能正如预言所言，演变出多个战场连环爆炸的局面。帕克就明确提到，不会只是一场台海之战孤立进行，很可能朝鲜半岛、南海乃至中共内部都会同时出现冲突。目前看来，这并非空穴来风。中共的盟友古巴最近被爆料秘密允许中国建立间谍设施，引发美国高度关切。朝鲜则加速挑衅，与中俄靠拢，半岛局势暗流汹涌。如果台海开战，美军极可能在印太多点位同时出击，中共将首尾难顾，中共苦心经营的盟友圈也很可能倒戈。帕克就暗示，古巴、北韩等集权政权将会在这波巨变中相继垮台，中共最后将陷入几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对习近平来说无异于噩梦。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习近平本人近年来健康状况也广受猜疑。如果战事失利，压力击垮了他，谁来接手残局？台湾有名算命师就在政论节目中直言，2026年习近平身心压力极大，尤其内脏健康可能出现致命问题。回顾1月北京政变传闻，有小道消息称，习近平因盛怒而中风一度倒下，不得不到301医院救治。尽管无法证实，但可以想象，习这些日子在高压下绝不好过。一旦他身体出现严重变故，中共内部更将群龙无首，加速崩盘。总而言之，习近平现在面前是两条险路，不战则内乱，战则内乱加外败。无论哪条，帕克所说的冰川式崩塌都在前方等着他。帕克形容中共瓦解将像冰河消融般，先从内部出现裂缝，这个裂缝显然已经在军中出现，接着轰然坍塌且不可逆转。他预测2026年就是中共崩解的关键转折点。当然，我们并非唯预言是从，但历史发展常有其巧合的节奏。习近平这10年集权之路，或许正把他一步步推向应验古老预言的角色。帕克和其他一些灵媒还曾暗示，中共垮台后，中国会出现多个新生政权，之后逐渐形成一种联邦制或邦联式的民主架构，届时人们能自由往来，重新获得自由。这听来令人神往，但破旧立新的阵痛恐怕在所难免。对台湾而言，最关键是如何在风暴中自保。幸运的是，
多位预言家都指出，台湾不会被中共征服吞并，反而能在巨变后保全实力，或将以新的方式与大陆各地展开合作。换言之，历经战火劫难后，两岸终有望在没有中共的前提下迎来新的和平契机。但愿这是上天为两岸安排的好结局。当前的中国正站在濒临巨变的悬崖边，习近平和张又侠的生死博弈，表面看是权力之争，其实折射的是一个国家的前途走向，是继续被集权捆绑，赴一场虚妄帝国梦的豪赌，还是及时悬崖勒马，避免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生命填海送死。这是一念之间的抉择，也是几代中国人业力交锋的最终章。我们看到军中有志之士已发出理性的呼声，甚至不惜除奸冒险，试图阻止灾难的降临。然而独裁者往往听不进劝告，他们被自己编织的幻梦和马屁虫的吹捧蒙蔽，以为胜券在握，不惜玉石俱焚。习近平会不会成为这样的孤注一掷者呢？古往今来，多少帝王在末路时仍要困兽犹斗，结果反而加速了自己的灭亡。历史的车轮正轰隆作响地驶向转折点。我们回望60年前红色中国的10年动乱，再看看今日之局，不禁感慨命运的轮回。也许有人还心存侥幸，觉得这只是虚妄的阴谋论和危言耸听，但请别忘了，短短1个月内，多少不可能的戏码已经在现实中接连上演。当一枚多米诺骨牌倒下，后面更多的骨牌随时可能倾覆。正如帕克所说，人们是何其幸运，能活在这样一个历史巨变的关口，每个人都将亲眼见证，甚至参与决定自己的国家和未来。对于所有关心中国与台海命运的人而言，今年注定是影响深远、惊心动魄的一年。我们唯有保持清醒与善念，静待那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过去。无论命运将如何展开，新的一页即将翻开，让我们拭目以待。2026这一年被不少预言家称为人类文明的转折年，中共政权的天命将告断裂，掌权逾10年的习近平可能在2027年从舞台上消失，象征中国力量的三峡大坝出现不祥的坍塌征兆。南方大省广东或许率先跳脱中央束缚，踏出区域自治的脚步。同一时间，在国际舞台上，伊朗酝酿着革命风暴，欧洲面临撕裂危机，全球性的水资源枯竭更可能引爆战争。而与此同时，人类科技或迎来重大突破，为我们开启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些听来仿佛灾难片剧情的预测，究竟有无根据？今天，我们就从历史与现实出发，深入探讨这一连串可能改变世界的大事件。我们先把目光投向中国。中国历代王朝更迭都有一个说法，叫做天命。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上天的授意，但当这个朝代的德行不足，民心丧尽时，上天就会以种种灾异示警，预告王朝气数将尽。民间俗话称天垂异象，国将兴衰，说的就是这种观念。比如史书记载，朝代末年往往灾祸频仍，例如大旱、洪水、瘟疫、蝗灾接踵而至，被视为老天对暴政的谴责。回顾近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令人不禁联想到这套传统理论。就拿2020年至2023年间来看，中国接连遭遇疫情肆虐、大范围洪灾与旱灾并存、经济下行压力剧增等挑战。长江在夏季干涸见底，荆楚大地爆发特大洪水，北方多省遭遇罕见沙尘与冰雹。不少网友戏称，这几年简直是十灾八难涌向中国。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天空中也出现了古人眼中改朝换代的异象。例如2022年底，北京和东北等地多次出现换日现象，天空中悬着3个太阳。根据唐代星象家李淳风在《以四战》中的古训提到，众日并见，天下裂分，意思是如果天空同时出现多个太阳，预示天下将要分裂，战乱四起。传说中的征兆竟在现代真实上演，难怪一些迷信的百姓开始嘀咕，莫非中共的天命真的要到头了？除了天灾异象之外，民心的变化也是天命是否犹存的重要标志。2022年底，中国多地爆发了所谓白纸运动的抗议浪潮，年轻一代走上街头，
高举白纸抗议，严苛的风控和言论管制，甚至有人公开喊出反对领袖的口号。这在高压统治下的中国极为罕见，仿佛让人看到了民心中的一丝裂痕。尽管当局迅速平息了风波，但那一幕透露出的民意汹涌，令外界意识到中共统治并非牢不可破。如果将天灾与人祸交织起来考量，今日的中国和历史上朝代末期的景象颇有几分相似。对信奉天命论的人而言，这未尝不是一种警讯。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传统历法中，每逢60年循环会出现丙午年和丁未年，被古人称为红阳节。据说这两年往往伴随大乱，翻开历史可以发现一些巧合，例如上一个丙午、丁未年是1966和1967年，正值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社会动荡达到极致。再上一个丙午年是1906年，当时清朝国运衰微，各地革命风起云涌，几年后王朝就覆灭了。而更早之前的明末清初，虽然纪年不同，但17世纪60年代也经历了连年饥荒和李自成的大顺起义，改朝换代。当然，这些年份的巧合或许只是巧合，但民间因此对2026丙午年和2027丁未年格外忌惮，认为红阳节可能再次应验。近年不少预言文章也将这2年描述为人类文明的大变局之时，迷信也好，巧合也罢，当灾异与动荡真的开始密集出现，人们难免会把它和老天的旨意联系起来。不少海内外的观察家开始酝酿一个大胆的推测，认为2026年前后中共政权可能会步入衰亡的命运转折点。先说中国，网络上曾热传一位奇人王恩庆的说法，据称王恩庆被某些中南海权贵奉为国师。他早年大胆预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有5颗星，分别象征5个中共领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没有第6颗，因为第5个就是掘墓人。所以他认为在习近平任内，中共的统治将告终结。如今习近平正是第5任领导人，而中共建政已经70余年，接近历史上朝代寿命的极限。如果王恩庆所言有理，那么2026到2027年这段时间，也许就是他暗示的终局时刻。事实上，民间近来盛传一则北戴河会议的风声，据说习近平可能干完这一届之后不再安排接班人。这传闻无从证实，但与王恩庆的预言不谋而合，似乎都指向习时代将是红色政权的最后篇章。巧合的是，远在大洋彼岸的一位英国灵媒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也对2026年的中国做出了惊人预测。帕克以往因多次成功预言国际事件而小有名气，他在2023年11月发布了一系列对2026年的预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就是他看见中共政权将开始出现冰川式瓦解。这个生动的描述形象地描绘了一种并非瞬间崩盘，而是逐渐分崩离析的局面。简而言之，中央政权的控制力将一点点削弱，地方和社会的裂痕日渐扩大，最终整个体制如冰川融化般土崩瓦解。帕克甚至暗示习近平的个人命运也将出现重大变局。也就是说，在他的视野里，2026年或将标志着中国集权统治开始走向终结。耐人寻味的是，帕克同时预言了一系列独裁政权的倒台，包括他看见伊朗将发生革命，古巴政权出现变天等等，仿佛世界将进入一个威权政治大洗牌的阶段。东西方不同背景的预言居然在时间点和内容上高度吻合，让许多人既感震惊又期待。当然，预言终究只是预言，撇开玄学不谈，我们不妨从现实条件来分析，中共政权是否真的可能在未来数年陷入失控。首先是经济压力，中国经济近年增速放缓，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失业率高企不下，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财政困难已经显现，有些地区甚至闹出了公务员降薪、社保研发的传闻。如果经济在2026年进一步恶化，失业人潮和债务危机交织，社会稳定将面临严峻考验。其次是政坛内部，习近平在位期间清除了众多政敌，打造了一言堂的权力状态。然而正所谓孤注难支，权力过度集中也意味着决策失误，缺乏纠偏机制。
一旦哪里出现重大的治理失败，习近平本人将难辞其咎。想象一下，如果某场天灾人祸处理不当，激起全国众怒，或是某个政策导致经济雪崩，引爆全国性抗议，习会不会成为党内外众矢之的？历史上不乏此类先例。再加上习近平本人生理年龄渐长，外界时有他健康不佳的小道消息。一位高龄且高度集权的领袖，在风雨飘摇的局势中，其统治稳定性确实令人关注。如果种种压力在2026至2027年间同时发酵，不排除中国政局出现突然巨变的可能。届时，习近平可能被迫下台，甚至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也并非完全不可想象的结局。值得一提的是，面对内忧，中共也可能铤而走险地对外挑起冲突，以民族主义凝聚人心，例如加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甚至在某个时期对台动武，借此转移国内视线。然而这种赌博式举动若遭遇失败，只会加速政权崩溃。北京当局曾将2027年定为解放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节点，有外媒解读，其中隐含着完成对台湾统一的野心。但如果内部局势在2026年前后已现乱象，习近平还能否腾出手对外冒险？或者相反，他会不会孤注一掷对台湾动手以维持权威？这些未知数都为未来增添了更多变数。谈到可能颠覆中共政权的因素，除了人事和政治，本身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工程若出现危机，往往对民心与政权信心的打击更是巨大。这其中不得不提长江上的三峡大坝。三峡大坝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工程，号称能抵御万年一遇的洪水。然而自从建成以来，它的安全性和种种负面影响就一直饱受争议。早在兴建之初，水利权威黄万里教授就曾预言三峡工程将带来12项灾难性后果。如今10数年过去，黄老预言中的前11项几乎都已应验，例如下游河岸坍塌、航运受阻、百万移民问题、泥沙淤积、水质恶化、生态失衡、地震隐患等等。一共只剩下最后一项，也就是他最不愿见到的一幕，大坝最终可能不得不被炸掉。尽管官方从未承认大坝存在生死攸关的危机，但近年来一些迹象令人不安。2020年夏季，超历史极值的长江洪水压境，三峡坝区一度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入库流量，所幸涉险过关。事后有海外卫星照片显示，大坝疑似发生轻微变形。虽然中国专家解释那是正常弹性，但仍引发轩然大波。接着2022年又发生长江中下游罕见干旱，三峡库区水位骤降，显露出库岸滑坡的隐患。可以说，大坝正经历极端天候的反复考验。而在中国传统风水观中，三峡大坝更被一些术数家斥为斩断龙脉之举，认为此举逆天而行，终将折损国运。不管风水之说是否可信，三峡工程象征着中共治下人定胜天的骄傲。如果有一天它出现重大事故或结构性损毁，将在国内外造成极大震撼。上亿人口赖以为生的长江流域将陷入浩劫，而这样的灾难无疑会被舆论解读为天谴，把中共政权的威信彻底冲毁。难怪坊间流传着一句话：三峡若垮，中共必亡。可见三峡大坝早已超越一座水利工程的意义，而被看作中共国运的象征之一。如今各种征兆叠现，让人不寒而栗，不禁想，会不会真的有那么一天，假如北京的中央权威真的因某种巨变而示威，中国的政治版图将如何演变？有一种推想是，中国可能重回群雄割据的局面，各地区出现实质上的自治甚至独立倾向。而在这之中，广东这样的沿海发达省份被许多人点名，认为可能是率先迈向区域自治的领头羊。为何是广东？首先，广东历史上就是变革风气最先吹拂之地，晚清以来的多次革命运动，如辛亥革命、护法运动，广州都曾是策源地。民国时期，广东也一度成为军阀割据时代的半独立政权，由陈济棠等地方实力派经营自治。这片岭南大地民风开放，与中央朝廷的联系相对松弛。其次，广东经济实力雄厚，改革开放以来累积了巨大的物质基础和国际联系。
若中央政府瘫痪，广东有能力自成一体，继续运转，反而那些财政依赖中央补贴的欠发达内地省份才更难独立支撑。再者，广东毗邻港澳，吸收了较多民主法治的观念熏陶，广东人对自由和自治的向往可能比内地其他地方更强烈。即便在严厉管控下，我们依然能从互联网舆论中窥见一丝端倪。有人半开玩笑地自称广东公投独立，虽然这类言论很快被删除，但它的出现本身耐人寻味。想象一种情境，当中央陷入瘫痪，各地军警各自为政时，珠三角地区的领导人为了维护秩序，很可能以地方自治的名义组建新权力架构，实际上脱离北京控制。这并非天方夜谭，100年前的中国军阀割据就是如此开场的。广东作为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一旦带头先走一步，其他长三角、环渤海等附属地带也可能纷纷效仿。如此一来，一个中央集权的中国将分化为若干实际上的区域政权，各自为政。从某种角度看，这或许是集权崩解后避免全面内战的幸运剧本。各地能相对平稳地过渡到自治状态，而不是陷入无政府混乱。不过，这种局面对习近平这样强调统一的领导人而言，无疑是无法接受的最坏结局。因此，未来几年广东等地与中央的关系走向，将成为判断中共政权是否江河日下的一个风向标。如果我们真的看到地方开始公然违抗中央指令，自行其事，那就说明天命真的降临到尽头了。从以上种种迹象与推演来看，2026年前后，中国内部确实存在巨变的可能性。当然，这些还只是围绕中国的剧本。此时此刻，让我们把视野放宽，看看世界其他地区正在酝酿的动荡与变局。或许巧合的是，它们与中国的巨变可能前后呼应，构成全球范围内的震荡。首先是中东的伊朗，这个拥有深厚文明底蕴的波斯国度，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实行着严苛的神权统治。然而暗流涌动，伊朗社会对现政权的不满早已积蓄多年。早在2009年，伊朗就爆发过大规模的绿色革命抗议。此后经济低迷和制裁压力下，民众示威此起彼伏。2022年，一场席卷全伊朗的抗议风暴再次爆发，其导火索是一名年轻女子玛莎·阿米尼，因佩戴头巾不当，被宗教道德警察拘捕并离奇身亡，引发无数女性走上街头。女性摘下头巾，高喊妇女、生命、自由，数十个城市响起反对独裁、要求自由的口号。这场抗争持续数月，尽管最终因当局镇压而平息，但全球看到了伊朗人勇敢抗争的决心。许多人将它类比为伊朗版的革命前夜。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年事已高，他一旦离世或健康不支，伊朗可能面临权力真空和继承危机，届时压抑已久的反对力量或将乘势而起。展望2026到2027年间，伊朗极有可能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一旦伊斯兰共和政权被推翻，将标志着1979年以来伊朗革命的终结和新纪元的开始。这对中东地缘政治的意义非同小可。长期以来，伊朗奉行反西方、反以色列的强硬路线，支持着黎巴嫩真主党、也门青年军等地区代理人武装。如果新政权上台，伊朗与邻国乃至西方的关系都将被改写。也许我们会看到伊朗社会迎来更开放的风气，与沙乌地、阿拉伯等宿敌国冰释前嫌，甚至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常成员。当然，革命往往伴随阵痛，谁也不能保证伊朗变局一定顺利。但可以肯定的是，中东正处于重组的前夜。一方面，美国近年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解，阿以关系在改变；另一方面，如果伊朗这个区域大国出现革命，中东力量对比将发生剧烈震荡。难怪预言家们把伊朗革命列为2026年前后的重要事件之一。帕克的预言一提到了伊朗，他的视野中清晰浮现波斯政权更迭的景象。试想，中国政局巨变与伊朗革命若在相近时间发生，那将多么富有戏剧性！两个相距遥远的古老文明几乎同时告别，各自延续了数十年的统治秩序。历史有时就是如此，充满巧合又耐人寻味。
将镜头转向西方，欧洲也正面临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分裂危机。欧洲联盟一度被视为团结与和平的象征，但如今内外交困，出现了明显的撕裂迹象。先是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让欧盟失去了一个重要成员，也撕开了欧洲一体化信念的口子。随后，欧洲本土民粹与极右势力崛起，在多国兴风作浪。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国家与布鲁塞尔在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问题上争执不下，甚至被认为偏离民主价值。意大利、法国等大国的选举中，疑欧反移民的政党声势日渐浩大，就连稳定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极右翼政党也正走向前台。种种迹象表明，欧盟内部的共识在流失，各国各顾自身利益的倾向在上升。除了政治上的分歧，欧洲社会还潜伏着文化和宗教的裂痕，这主要体现在欧洲原住民与穆斯林移民群体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近10多年来，欧洲接纳了大量来自中东、非洲的移民和难民，他们中很多人信奉伊斯兰教。多元文化政策一开始让欧洲显得包容繁荣，但当经济压力和安全事件发生时，社会矛盾便凸显出来。巴黎、布鲁塞尔、柏林等地接连发生恐怖袭击和社区骚乱，有的是极端分子所为，有的则是移民青年对歧视和贫困的不满爆发。2023年，法国就因一起警察射杀少数族裔青少年的事件引发全国性骚乱，大批移民背景的年轻人在街头纵火砸车，让整个欧洲为之震惊。这些事件加深了部分欧洲民众对移民群体的疑惧，也助长了仇外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于是，一方面穆斯林社群感到被边缘化和敌视，另一方面本地居民又觉得自身文化传统受到威胁。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双向对立可能引发更猛烈的冲突，甚至带有宗教色彩的对抗。有悲观的观察者警告，欧洲未来不排除出现新宗教战争的可能。当然，多数人认为这种说法过于夸张，但足以说明隐患之严重。经济和地缘因素也在撕扯着欧洲的团结。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大大改变了欧洲的战略环境。欧洲各国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表面团结，但随着战争持续，分歧开始浮现。东欧的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因为紧邻俄罗斯，更坚决反俄，而像德国、法国这样的西欧大国，民众对长期制裁和军援的耐心正逐渐减少。一旦战局交织到2025、2026年仍无定论，欧盟内部可能出现两派，一派主张继续强硬到底，另一派倾向寻求妥协停战，这将成为另一道撕裂欧洲的裂缝。此外，能源危机也在考验欧洲。自俄罗斯切断对欧天然气供应后，欧盟国家在能源问题上虽制定了共同方案，但私下里各自为政的现象并不鲜见。2022年的冬天，德国等富国砸下重金抢购天然气储备，引发较贫弱国家的不满。未来若再遇能源短缺，一些国家可能不顾他国而自行其事，例如限制能源出口或囤积燃料，重演疫情初期争夺防疫物资的一幕，进一步侵蚀成员国间的互信。综上所述，欧洲昔日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团结，气氛正日渐淡薄。展望未来几年，我们可能看到欧盟变得愈发松散无力，甚至不排除某些国家步英国之后尘退出联盟。欧元区和申根区也面临压力测试，如果经济再度陷入衰退，各国很可能为了自保违背共同体原则。毫不夸张地说，欧洲正站在团结还是分裂的十字路口。欧盟的解体不再是天方夜谭，而是许多欧洲人开始讨论的现实可能性。有人担心，一旦欧盟真走向分崩离析，整个欧洲大陆将陷入各行其事、缺乏协调的混乱状态，这对全球秩序也是巨大的变数。这种撕裂也许不是像2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热战，而是一种慢性瓦解，政治上各行其事，社会上离心离德，文化上分庭抗礼。它将极大削弱欧洲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也让世界局势更添不稳定因素。除了人为的政局变动，未来几年另一个可能引发全球动荡的因素，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水。随着气候变迁和人口增长，全球许多地区的淡水供应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紧张。科学数据显示，2025年前后，
世界上1半以上人口将遭遇季节性或长期性的缺水困扰。水资源短缺不仅影响日常生活，更牵动粮食安全和能源生产。因此，各国之间围绕江河湖泊的争夺愈演愈烈，水战争的阴影开始浮现。非洲和中东是水资源冲突最明显的地带。举例而言，北非的尼罗河养活了埃及9000万人口，被埃及称为生命之河。但上游的伊索比亚近年修建了巨型水坝复兴大坝，打算拦蓄尼罗河水发电和灌溉。埃及担心这将严重威胁下游用水，一度扬言不惜一战也要捍卫尼罗河流量。尽管双方在国际斡旋下多次谈判，但迟迟无法达成长久协议。如果未来伊索比亚强硬推进蓄水计划，而碰巧逢上干旱年景，造成埃及水荒，埃及极端势力很可能推动政府采取军事行动，如空袭大坝等，那将是典型的为水开战。一旦这一先例出现，地区局势将极其危险。中东地区另一些河流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土耳其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上建坝，引发下游叙利亚、伊拉克的不满。约旦河流域的水资源分配也是以色列、约旦、巴勒斯坦争执多年的焦点。如果气候加剧干旱，这些矛盾可能突破外交框架而演变成冲突。在亚洲、南亚和中亚也有多条河川成为潜在火药桶。印度和巴基斯坦共享着印度河水系，虽然有历史悠久的分水条约，但随着克什米尔地区局势紧张和水量减少，印巴双方屡屡相互指责对方浪费或节流。谁都知道，印巴本就是一对宿敌，如果再因水问题激化敌意，后果不堪设想。再看中国和南亚其他邻国，中国掌控着喜马拉雅山脉众多河流的上游，包括雅鲁藏布江和湄公河等。中国在西藏地区兴建水坝，也引起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戒心。尽管目前还没有酿成直接对抗，但未来水资源更紧缺时，不排除各国因争夺水源而爆发冲突。此外，气候变化导致冰川融化减缩，进一步削弱河流的稳定流量，也会让本就紧张的水分配变成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联合国曾经警告，21世纪的战争很可能将因水而起。更广泛的水危机与粮食、移民问题也在相互交织。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东地区如果持续干旱，将有越来越多人无法为生，不得不背井离乡，迁往水源较充沛的地区。这种气候难民潮有可能冲击邻近的欧洲和亚洲国家，加剧地缘压力。一些内战的爆发背后同样有水资源因素的助推，例如达尔富尔冲突、叙利亚内战，在动荡前都经历了严重干旱和农业欠收。可见水资源短缺不仅可能引发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会成为国内动乱的导火索，进而波及区域稳定。人类如果无法妥善管理这一最基本的资源，未来的冲突图景将会更加令人担忧。读到这里，您可能不禁感到有些压抑。从中国的政权危机、地缘革命到欧洲纷扰，甚至水战阴云，未来几年仿佛充满了动荡和灾祸。然而，历史的画卷并不只有灾难和冲突的色彩，往往在最黑暗的时刻，人类文明也在孕育新的希望。我们不能忽视另一个平行发生的重要进程，那就是科技的突飞猛进，正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近年来，人类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突破令人目不暇给。如果这些趋势延续到2026年前后，我们可能会见证若干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发明创造，彻底改变现有社会的面貌。首先要提的就是能源技术的飞跃。2022年底，美国科学家首次在实验室实现了核融合反应的净能量输出，这意味着人造太阳的梦想离现实更近了一步。众所周知，核融合被视为解决人类终极能源需求的圣杯。这种反应以氢同位素为燃料，几乎取之不尽，反应产物是无污染的氦气。一旦核融合技术成熟应用，人类将告别对石化能源的依赖，不再受制于能源短缺和碳排放问题。许多国家正投入巨资研发，目标是在2030年前后建成可发电的聚变反应堆。如果在2026年左右，我们听到某个团队成功点火运转了一座中型核融合装置，那将是科技史上的巅峰时刻，也标志着能源革命的开端。
无限且清洁的能源不仅意味着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颠覆，也将给国际政治带来深远影响，比如传统产油国的地缘地位下降、高油价引发的争端不复存在等等。除了能源，人工智慧的快速发展同样值得瞩目。2023年，全球掀起了一股 AI 浪潮，大型语言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慧技术惊艳世人。虽然现有的 AI 在某些方面仍有局限，但进步速度极快。有专家推测，在未来几年内， AI 有望通过图灵测试达到接近人类的智能水平。假如到了2027年前后，人类真的打造出一个通用人工智慧系统，它将彻底改变游戏规则。届时，医学研究可以借助 AI 更快找到癌症、艾滋病等绝症的治疗方案。复杂的气候模型或许能精确预测灾害，防范极端天气。经济和城市管理可以依赖 AI 优化资源分配，消除浪费。教育亦能因材施教，大幅提升人力资本素质。当然， AI 的发展也伴随风险，但如果善加引导，人机协作将开创一个生产力极大提高的时代。想象一下，未来的工厂里，枯燥危险的工作由机器人完成，人类可以专注于创意和设计。医院中， AI 助手帮助医生分析海量病例，提出最佳治疗方案，患者的存活率因此大大提升。这些都不是幻想，而是正在研发的原型。科技界普遍认为，2020年代中后期，我们将迎来人工智慧应用的大爆发，其带来的效率提升堪比当年的工业革命，这无疑也是新世界的重要特征之一。说到计算领域，我们还不得不提量子科技的新前景。2020年代初，科研人员已经研制出拥有数十个量子比特的试验性量子计算机，能在某些特定问题上远胜传统超级计算机。随着量子纠缠控制和纠错技术的进步，量子计算有望在未来几年取得量子霸权，解决传统算法无法应对的复杂难题，例如高难度的新材料模拟、密码破解、优化调度等，都将因量子计算的强大算力而取得突破。谁掌握了实用化的量子计算，谁就可能在下一代科技竞赛中夺得先机。通信技术方面，第6代移动通信技术，也就是 6G， 正紧锣密鼓的研发中。6G 网络预计将比 5G 快数十倍，实现真正的万物互联和毫秒延迟。这将带来虚拟与现实深度融合的全新体验，例如超高清全息通话、沉浸式元宇宙应用、无处不在的自动驾驶协同，都有赖于 6G 的高速率和低延迟。一旦 6G 在2020年代末开始部署，整个社会的连接形态将再度跃升一个档次，人们的工作、娱乐和社交模式都会被重塑。在生物医学领域，基因工程和再生医学的进展同样振奋人心。自从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基因编辑工具 CRISPR 问世以来，我们正逐步解开生命的密码。科学家已经能够修改致病基因，研发个性化的基因疗法。一些曾经无解的遗传病，如血友病、肌萎缩症等，如今透过基因编辑技术找到了治愈希望。再生医学方面，利用干细胞培育器官组织的技术日渐成熟，用人造器官来替换病变组织不再只是科幻桥段。这意味着人类寿命有望进一步延长，生命质量大大提高。试想，癌症不再是不治之症，老年痴呆可以被预防甚至逆转，那将是多么不同的社会。许多老龄化国家的困境将迎刃而解，人们在更长的寿命中依然保持健康活力。当然，新技术带来伦理挑战，但整体而言，生命科学的突破将让我们对生命的定义产生前所未有的理解，进而改变社会结构。再把眼光投向遥远的天空，2020年代也是人类重返太空的时代。美国的阿提米斯计划已经在2025年前后尝试将太空人送回月球。这次的目标不仅是插旗留影，而是建立月面长期基地。火星探测方面，多国正在为载人登火星做技术准备。如果一切顺利，2030年代初，我们就有望见证人类踏上火星的壮举。虽然载人火星之旅未必正好发生在2026年，但本世纪20年代中后期无疑是太空事业重要的蓄势期。商业航天的快速发展让载人太空旅行不再是超级大国的专利，私人公司已多次将乘客送入近地轨道并安全返回。
随着太空技术成本降低，我们可以期待更频繁的太空任务。这意味着人类的活动范围首次真正迈出地球，进入新世界的另一重意义外太空。长远来看，太空资源的开发将为人类文明带来新的增长空间，例如开采小行星上的稀有金属，或在月球上开发大量的氦三燃料等等。虽然这些愿景尚需时日，但现在正是一切的起点。由此可见，2026年前后的几年，可能一方面是动荡不安、战云密布的关键时刻，另一方面又是希望萌芽、突破涌现的创新时代。我们仿佛处在一个旧世界与新世界的交界处，前方的走向未定，既充满危机，也蕴藏转机。这不禁让人想到历史上的某些关键年代，例如20世纪40年代，世界经历战火洗礼，却也催生了联合国体系和战后新的国际秩序。再比如18世纪末，封建王朝在革命风暴中倒塌，随之而来的是民族国家和民主思想的崛起。历史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今天我们面临的中共政权挑战、全球权力转移和科技革命浪潮交织在一起，很可能孕育出新一轮世界格局的重塑。那么我们该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不确定的未来？或许最好的态度就是保持警醒，但不失希望。一方面要看到问题的严峻性，毕竟任何一个环节的失控都可能给无数生命带来苦难。国际社会需要比以往更紧密的合作来度过这场风暴。另一方面，也要相信人类的智慧和韧性。每当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人类往往能激发出改变自身命运的创造力与勇气。也许正是在种种危机的倒逼下，我们将加速采取行动，无论是缓和冲突还是发展新技术，去化解那些威胁文明的难题。最后，让我们回到开头列举的那些惊人预测。中共2026天命断裂也好，习近平2027消失也罢，这些未来场景最终是否会成真，现在下定论还为时尚早。同样，三峡大坝会不会出现异变？广东是否真的带头自治？伊朗的革命之火何时真正点燃？欧洲会否彻底决裂？这一连串问号只能交给时间解答。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剧烈变动的前夜，种种征兆都在昭示着旧有的稳定格局正在松动，一个充满未知的新时代渐行渐近。或许若干年后回首，我们会发现2026年前后真的是历史课本上的分水岭，人类由此踏上一条全新的道路。希望那将是一条浴火重生之路，而非万劫不复之路。历史的大戏已然开幕，让我们拭目以待，见证这段不平凡的时代篇章。今天我们来聊聊2026年前3个月潜伏的惊人预言与危机。最近，泰国一位被誉为命中率极高的预言家 Plai 师傅发出最新警告，称2026年将比2025年更为凶险，战火、瘟疫、灾难交织登场，甚至全球经济可能正式失控，人类或将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浩劫。这听起来仿佛末日降临，但他强调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场灵视启示的紧急提醒。究竟这位预言家看到了什么景象？我们将深入探讨其中奥秘，带各位抽丝剥茧地了解这场预言背后的脉络和意义。他的惊人信息透过网络迅速传播，不仅在泰国国内引发热议，也引起了全球关注。许多网友纷纷讨论预言中 C 国和 T 国到底指的是哪两个国家，还有人翻查过往预言案例来验证 Plai 师傅的可信度。一时间，各种猜测和解析满天飞。面对铺天盖地的议论，我们有必要梳理这些预言的来龙去脉，以及其背后所反映的现实隐忧。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这场预言的世界，看清隐藏其中的警讯。Plai 师傅并非泛泛之辈，他在泰国被尊称为神级命理师，据传预言命中率高达80%。回顾过去几年，他的预测屡屡兑现。例如2024年底，他曾提醒明年上半年缅甸会有强震，结果2025年3月28日，缅甸果然发生了规模 7.7 级的大地震，连远在曼谷的高楼都感受到摇晃，导致当地一栋兴建中的大楼倒塌。又比如，他警告过泰国境内要提防土地下陷和建筑坍塌。不久，曼谷街头真的出现直径数十公尺、深不见底的巨型天坑，
今年，他再度接受泰国网络节目访问，谈及2026年的世界走向。当主持人小心翼翼地问他今年是否会有令人震惊的事件时，只见他脸色凝重地回答：是的。他坦言不知道灾难会在何处发生，只能真心希望这只是我的一场梦。从他寥寥数语中传递出的紧张感，不难想见预言内容的可怖程度。如今他把这些警示公诸于世，意在让人们提前做好准备。我们也有必要认真倾听，深入分析，看看能从中汲取什么教训。此外，他也曾多次做出精准的预警，例如他在2022年反复提醒民众准备干粮罐头，因为泰国南部将有特大水灾。结果当年泰国和爱地区果然爆发了300年来最严重的洪水，超过300万人受灾，数百人不幸罹难。再比如，他在2025年曾断言泰柬战火尚未真正平息，虽然一度遭人质疑是危言耸听，但不久之后泰国与柬埔寨的边境冲突真的再度升温，双方于该年12月发生激烈交火，泰国政府甚至紧急撤离了约40万边境居民。这些一一应验的案例让许多人对他的最新预言不敢掉以轻心。首先，2026年在东方历法中被称为丙午火马年，每逢60年轮回一次的火马年，民间视为充满巨变与灾厄的年份。上一个火马年是1966年，那一年动乱频仍，各地风云变色，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越南战争进入白热化，美苏冷战剑拔弩张，世界各地掀起反传统的浪潮，整个年代都弥漫着狂热与不安。受传统迷信影响，当年东亚一些地区甚至出现生育率骤降的现象，许多家庭刻意避开在火马年生子，只因相传火马年出生的孩子，尤其是女孩，性格刚烈难驯，命中带火，恐给家庭带来不祥。可见在亚洲文化中，火马年一直笼罩着乱世之年的阴影。如今60年一循环，2026再临火马之运，人们无不忐忑，这股烈火之势会否真的点燃新的动荡？按照五行说法，麻属火，今年又逢天干丙火，是为双火叠加之年，双火鼎盛，燥热难平，往往意味着剧烈的变化与碰撞。Play 师傅便直言，2026年将是一匹冲进火里奔跑的马，一路碰撞冲撞虽然艰难，但烈马终能浴火重生。他暗示市局会先乱后稳，虽历经火炼仍有转机，然而在浴火重生之前，烈火将无情燃烧所经之处，我们必须先熬过那一场场劫难。接下来要谈的第一道劫难之火，便是战争的烽烟。Play 师傅在预言中看到了熊熊战火，他说2026年可能会有2个大国发生对抗冲突，虽然他没有明言是哪2国，但许多人猜测这隐约指向几个已经剑拔弩张的地缘热点。一种揣测是远东的台海局势， C 国与 T 国之间累积已久的紧张有可能引燃战事。如果真是如此，那场大国对决的战场或许离泰国不近，却绝不会仅限于局部，因为一旦台海冲突爆发，美日等强权势必介入，战火极可能蔓延整个亚太，甚至牵动全球格局。事实上，近年台海周边已是风声鹤唳，军机绕行，实弹演习此起彼伏，稍有误判擦枪走火，都可能点燃战争引信。难道2026年会是这颗引信被点燃的时刻吗？另一种可能性则指向欧洲战场持续焦着的俄乌战争。若突然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那将是冷战后最危险的对峙，也不排除中东局势恶化，再度爆发大规模地区战争。然而无论战火烧向何方，现代社会的高度互联都决定了，任何2个大国的正面冲突都会演变成整个人类的灾难。试想某天清晨，T 国某大城市突然响起刺耳的防空警报，睡梦中的居民惊醒，匆忙冲向附近的防空地下室，街道上到处是此起彼落的警铃与广播声，这不是演习，立即避难。远处天空传来低沉的轰鸣，那是战机掠过的音报。随即一枚飞弹划破天际，击中港口区的仓库，霎时火光冲天，人们蜷缩在地下掩体里，透过手机才惊恐地得知 C 国对 T 国发动了进攻，战争爆发了。这原本只存在于电影的末日场景，如今却极可能在现实中上演。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
如果交战各方握有核武器，人类将真正悬临毁灭的边缘。自二战结束以来，核战争的阴影从未远离过我们。但凡理智的人都不愿看到核武降临战场，因为那几乎意味着文明的终局。尽管各国领袖应该清楚核武一旦出鞘将无赢家可言，但战争有其失控的边缘，一旦局势陷入疯狂，谁也无法保证不会出现绝望中的冒险行为。尤其如今高超音速导弹等新型武器大大缩短了预警时间，核武误判的风险在上升。有军事分析指出，当今世界比上世纪冷战时期更接近核冲突的临界点，因为区域对抗此起彼伏，沟通机制却在削弱，一念之差就可能酿成无可挽回的毁灭性后果。虽然 Ply 师傅没有直接提及核战，但他预见的大国冲突无疑让人联想到这层终极风险。更令人忧心的是， Ply 师傅强调2026年最可怕的并不是战争，毕竟传统战争的破坏虽大，敌人至少是看得见的，而他指出真正致命的威胁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无形战争。所谓无形战争，指的不是网络攻击或者间谍暗战，尽管这些风险也确实存在，而是潜伏在人群中的生物武器之战。他预言2026年某些地区可能出现一种诡异的怪病，其传染源并非天然，而是人为试验产物，也就是生化武器被偷偷释放的结果。换言之，有幕后黑手可能利用病毒细菌作为武器，在暗处向无辜的人群发动攻击。其实生物武器作为穷国的原子弹，一直是军事史上的隐秘角力领域。过去超级大国都曾暗中研发过炭疽、天花等生化武器，只不过人类尚未大规模体验那种噩梦场景，所以常常掉以轻心。短期内，这类隐蔽战争或许不会造成城市被炸毁的画面，但其伤害却丝毫不亚于传统战争。一场看不见敌人的战争将带来怎样的恐惧？试想某个和平城市突然出现一连串离奇病例，几名年轻人突发重症肺炎入院，肺部感染原因不明，且药食无效。另一头有健康儿童莫名高烧呕吐，迅速脱水休克，医院里人满为患，医生们惊疑不定，因为检验报告显示这不是任何已知病毒或细菌。人们开始怀疑是否恐怖分子投放了新型病原，或者某种军事试验释放了恶魔。社区陷入恐慌，街头弥漫着看不见的危机。更糟糕的是，在无形敌人的威胁下，人们会开始彼此猜疑、疏远，恐惧和谣言的传播甚至可能比病毒更快，给社会带来二次伤害。如此诡谲的画面正是这种无形战争的真实写照。深夜的医院急诊室里灯火通明，走廊挤满了咳嗽不止、呼吸困难的病患，医护人员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在病床间奔走，满脸汗水和倦容。一名中年男子瘫坐在墙角，双目失神，他的妻子刚刚因不明肺炎去世，而医生们对病因却束手无策。另一边，一位母亲绝望地抱着高烧抽搐的幼子哀求医生，然而所有药物都对这怪病无效，孩子的生命正在迅速流逝。此情此景令人心碎，更令人恐惧的是，没有人知道这种诡异的疾病此刻是否正悄无声息地向城市的其他角落扩散。随着隐形战争的揭幕， Ply 师傅预言中那个最害人的角色也登场了，一种全新的致命疾病，他称之为 X 疾病，或者干脆称作那个新东西。按照他的描述，2026年最可怕的不是枪林弹雨，而是这种前所未见的瘟疫。它是混合型疾病，融合了古老病毒和人造实验成分，传染性极强，致死率极高。当他闭上眼睛接收灵视信息时，脑海里竟同时浮现结核病和黑死病这两个字眼。结核病曾是19世纪末最凶险的传染病之一，夺走无数生命。黑死病更是14世纪横扫欧亚的大瘟疫，导致欧洲人口至少1/3死亡。如果有一种恶菌结合了结核病的难缠和黑死病的剧毒，将意味着人类医疗完全无力招架。更糟的是， Ply 师傅明确指出，这并非自然演化出的新品种病毒，而是带有人为实验室痕迹的产物。换句话说， X 疾病极可能是一种人造的瘟疫武器，也许出自某个秘密研发计划，并被有意或无意释放出来。
他没有详细说明病毒如何诞生，但这样的暗示已足够令人毛骨悚然，因为这等于是人类自己制造出了毁灭自身的瘟神。那这场 X 疾病会如何蔓延呢？普赖师傅形容，它不会像电影情节那样同时在全球各处引爆，而是更狡猾、更漫长的折磨。他说，疾病的夺命过程如同花瓣陆续飘落，树叶逐片枯黄，也就是分阶段、多波次第席卷人间。也许今年第一季度，某国突然爆发疫病高峰，然后暂时平息，半年后另一周又出现类似疫情，再度掀起恐慌。每一波疫情之间或许有间歇期，让人误以为风险已过，但实际上病毒只是转战他处，伺机再袭。这种持续几年的阴霾将考验各国医疗和社会的韧性。一些地区可能重演中世纪的悲剧，病患激增，医院瘫痪，尸体多到来不及处理，街道上弥漫着消毒水与绝望的气息。由于 X 疾病潜藏着人为操控的可能，每一次疫情爆发都让人怀疑背后是否有人在放毒。普赖师傅甚至提到，这疾病的源头是从外面被带进来的，可能透过旅客流动潜入不同国家，甚至泰国也许会在国外旅客身上发现首批病例。他隐隐暗示原始来源指向泰国以外的某个地区，更具体的地。他曾在节目中比划地图，将手指停在俄罗斯附近，仿佛在提示这场灾厄与俄罗斯周边地带有关。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当前国际冲突中的一些传言，例如某些大国被指在战乱地区设有秘密生物实验室，专门研究高致命性病原体。虽然这类说法未经证实，但普赖师傅的预言无形中让这些阴谋论增添了几分真实感。其实，对于突如其来的未知瘟疫，不仅灵媒在预警，科学界也早有心理准备。世界卫生组织曾在2018年提出疾病 X 的概念，用来称呼未来某个可能突然出现、迅速扩散并造成巨大伤亡的神秘病源。没想到，普赖师傅预言中的 X 疾病与此概念不谋而合。经历过2020年的新冠疫情，人类更加体会到未知病毒的威力和恐惧，而今一个潜在更可怕的 X 疾病幽灵再次盘旋，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防疫体系的脆弱。试想，新冠已令全球经济社会停摆数月，死亡数百万。如果换成一种致死率远高于新冠，且具结核抗药性的病毒，我们的文明将遭受何等重击？这绝非杞人忧天。别忘了，14世纪时没有飞机航班，黑死病都能夺走欧洲30%人口。现代社会交通网络四通八达，病毒扩散速度只会更快。一旦 X 疾病现身，人类甚至可能连反应时间都没有，就被迫迎战一场前所未有的生存考验。战争与瘟疫已如此可怖，大自然本身也不会缺席这场灾厄盛宴。普赖师傅预见2026年的气候与地壳活动亦将异常活跃。他警告，今年雨水过多，极端天气的发生频率将显著提高，仿佛老天在漏水似的，大雨倾盆。一些地方可能反复遭暴雨侵袭，成为风暴常驻的固定路径。地球气候模式似乎正在发生转换，过去相对平静的地区可能变成灾难多发带。他形容仿佛地球的重心发生了偏移，气流分布改变，导致某些地区雨季延长，雨量剧增，而另一部分地区则可能异常干旱高温。其实，科学研究早已指出，全球暖化让天气变得更加极端，酷热的更热，干燥的更干，潮湿的更湿。过去几年我们已经看到征兆，例如2023年北半球夏季创下历史高温，多地森林野火肆虐，浓烟蔽日数千公里。2024年南亚和中国南方又遭遇超长梅雨期，引发严重洪水和山体滑坡。这些事件都在印证普赖师傅对水与火灾难同步降临的预警。除了气候、地震、火山等地壳灾害在预言中也占据一席之地，普赖师傅指出，2026年只是开始，真正严重的情况会在之后几年逐步浮现。他特别提醒2027年、2028年乃至2030年仍需高度警惕。他认为未来几年地震将更加频繁，其中一部分与某些国家在海上、海底进行的武器试验及演习有关。尤其在地质脆弱的断层带，这类人为动作恐触发连锁地震，
进而带来更严重的水灾。例如，如果在断层带引爆大型炸药，可能诱发板块的能量释放，导致周边国家接连发生地震海啸。虽然此说未有科学定论，但并非没有逻辑。即便撇开人为因素不谈，地球本身也积蓄了巨大的能量，等待释放。环太平洋火环带近年来活动频繁，日本、印尼、美国西岸地区的中强震明显增多。不少地震学家警告，大地震终将到来，只是时间问题。一些预言家也发出了相似的信息。前面提到的印度神童阿南德就曾断言2026年前后，环球可能发生超过8级的大地震，重创太平洋周边国家。盲眼龙婆班加夫人的预言清单里也包括 7% 的陆地将毁于灾难，让人联想到地震、海啸或火山喷发引发的土地淹没。这种种迹象似乎都在指向一个结论：大地正在酝酿它的怒火。让我们再勾画一个场景，傍晚时分，某沿海城市的居民刚结束一天的忙碌，突然地面剧烈晃动起来，玻璃窗噼啪作响，人们惊叫着四处逃生，大地震来袭了。几分钟后，当余震渐止，人们还来不及庆幸，又听见远处传来轰隆巨响，一道10几米高的巨浪正以惊人速度朝海岸逼近，海啸如同黑色巨墙般吞噬了港口，猛烈的冲击让高楼倾倒，汽车如玩具般被卷入水中。与此同时，在地球另一端的茂密森林，一场特大野火因酷热干旱而燃起，烈焰照亮半边天空，整片山林化为火海。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在新闻中同时看到这类水与火的极端灾难，也许已不会太过吃惊，因为 Play 师傅早已提醒过，这些景象将不再只是电影特效，而可能变成真实的世界写照。如此一来，我们几乎可以描绘出2026年可能出现的极端场景。某个时刻，一边是城市陷入战乱硝烟，另一边是疫病在暗中肆虐夺命。这里洪水泛滥，良田变汪洋，那里野火肆虐，村镇成灰烬。同一时间，金融市场哀鸿遍野，大自然也在无情地收割生命。这仿佛是一幅现代版的启示录，四骑士、图景战争、瘟疫、饥荒、经济崩溃导致的饥饿、死亡，同时朝人类袭来。我们的文明能承受这样多重的打击吗？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全球经济体系在多重打击下的命运。Play 师傅直言，今年全球经济恐将出现大动荡。他提醒投资者要格外谨慎，尤其警告所有虚拟投资要更加小心。虚拟投资涵盖范围很广，从股票、期货到加密货币等衍生品，都脱离实体资产基础，信心一旦崩溃，便可能化为乌有。他特地点名泰国股市可能剧烈波动，投资人需有心理准备。其实不仅泰国，放眼全球，各大金融市场目前也如履薄冰。经过多年超低利率和量化宽松，各主要经济体累积了庞大的资产泡沫。一旦遇上战争这种黑天鹅事件，资金势必大逃亡，引发股债双杀的金融海啸。回想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时，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震荡只是小试牛刀。若2026年出现更大规模的冲击，市场恐怕将陷入前所未见的混乱无序。经济崩溃会是怎样的一幅景象？试想你走进平日常去的超市，却发现货架几乎被扫空，只剩零星的几样商品孤零零地摆着。你排了2个小时的队，好不容易轮到，却被告知粮食限购，每人只能买2袋米。一旁有人着急地高举钞票哀求，多卖一点食物给他，可是一叠钞票却换不来，一颗鸡蛋纸币几乎成了废纸。物价飞涨让货币严重贬值。加油站外汽车大排长龙，由于石油短缺，每辆车只能加有限的几公升汽油，许多人的油箱见底，却无可奈何。银行贴出休业公告，担心挤兑的政府暂停了提款服务， ATM 机里也提不出现金，大家手中的存款仿佛蒸发。街头不时响起警笛声，原来是绝望的人们开始哄抢商店，引发骚乱，武装警察不得不出动维持秩序。当经济体系土崩瓦解，我们惊愕地发现，原来现代文明的日常秩序竟如此脆弱，一夕之间就能崩解成弱肉强食的混乱局面。我们可以试着描绘全球经济正式失控的景象。届时各国股市接连熔断，
交易所被迫暂停买卖，以防止恐慌蔓延。银行面临挤兑风险，民众排长队提取现金，政府不得不祭出资本管制措施，国际贸易体系陷入瘫痪，港口码头空空荡荡，货轮因战争风险无法靠岸，能源价格飙涨至难以承受的程度，加油站实施配给制，人们需要凭票加油。粮食出口国囤积居奇，限制粮食输出，导致粮价数倍上涨。进口依赖的国家出现缺粮危机，许多家庭吃饱肚子都成了难题。伴随商品短缺而来的是通货膨胀的狂潮，纸币贬值如同废纸，人们可能得揣着一大袋钞票才能换回一条面包。当经济秩序失控，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失业潮和购买力暴跌，意味着房贷车贷再也还不起，也意味着政府的救助能力大幅削弱。到那时，维持生存将取代追求发展成为社会的首要目标，我们将真正步入生存模式。当然，经济崩盘带来的不仅是物质匮乏，社会秩序也将随之瓦解。当生活必需品短缺，治安状况必然每况愈下，为了争夺食物和物资，可能会爆发骚乱与冲突。平日文明守法的市民或许也被迫为了一袋米而与他人争执，甚至演变为街头的肢体冲突。更严重时，一些不法分子趁火打劫，商店遭到洗劫，武装抢劫频发，整座城市的法治秩序荡然无存。为控制局面，政府可能不得不调派军警在街头巡逻并实施宵禁。曾经繁华的都市霎时间仿佛沦为战区，这些混乱场景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想象的。正因为看到了那样的未来图景， Ply 师傅苦口婆心地给出了避险之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买黄金。他认为土地、房产等过去被视作稳健的投资，在大动荡中已不再可靠，因为房子可能毁于灾难或因政策变动而贬值，但黄金永远是黄金。一旦经济崩溃，黄金是唯一公认的硬通货。他甚至建议大家现在就开始购入实体黄金，并且不要一次买太大块，而要分成小单位的金条或金币逐步累积。如此一来，万一情况恶化，拿出小额黄金便于交易，换取生活物资，而不至于拿着1公斤金砖却找不到人能找零。事实上，不仅普莱师傅这样说，在各种民间与专业预测里，黄金都被频频提及为避险首选。有意思的是，那位以占星预测闻名的印度少年阿南德也多次提醒投资者，黄金和白银等贵金属将是动荡时代的避风港。他甚至预言未来黄金价格可能飙升至现在的几倍之高。只有当全球金融体系陷入严重危机，法币信用荡然无存时，黄金才会如此抢手。难道这暗示着我们即将面临货币信用的雪崩？尽管答案未明，但许多精明的投资者早已开始默默增持黄金，以备不时之需。除了黄金， Ply 师傅还在节目中抛出了一个令观众摸不着头绪的提醒。2026年上半年，有3个以英文字母 HJT 开头的地区不宜前往。他没有明讲是哪里，只提供了这样的神秘代号，现场也笑称自己不方便多讲。这线索一出，立刻引发媒体和网友的大猜想。有人解读 H 是指 Hong Kong 香港或 Hawaii 夏威夷， J 可能是 Japan 日本或 Jakarta 雅加达， T 则联想到 Taiwan 台湾或 Turkey 土耳其，甚至 Thailand 泰国本身也在候选之列。在众多猜测中，香港、日本、台湾这组组合引起最多共鸣，因为这3地都位于东亚板块，且近年局势敏感。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考虑，仿佛勾勒出一幅亚太冲突或灾变的潜在地图。香港是中西角力场，日本是亚太强国，而台湾则是台海风暴眼，三者都可能在战争或灾难中受到波及。也有人认为 H 代表美国夏威夷，毕竟珍珠港的历史教训犹在。若是土耳其，该国正处地震带，今年初才遭强震重创。无论如何， Ply 师傅卖的这个关子平添预言的神秘色彩，也提醒着大家在这段非常时期旅游要格外小心。或许在风险高峰期，减少不必要的远行是最明智的选择。听完如此众多的警示，许多人不禁要问，难道我们只能束手待毙，毫无招架之力吗？
毕竟预言描绘的几乎是世界末日般的图景。然而 Ply 师傅并没有让大家陷入绝望，相反，他希望人们能因此提高警觉，积极防范，以降低潜在灾难的伤害。他强调自己传递预言的目的不是制造恐慌，而是让有责任的人提前采取行动。所谓有责任的人，或许指的就是各国政府的决策者，也包括每一个对家庭负责的普通人。我们无力阻止地震火山，但可以加强建筑物的抗震强度，规划紧急疏散路线。我们无法掌控病毒变异，但可以完善医疗体系，储备医药物资。我们制止不了大国博弈，但至少个人可以备好生存必需品，做好最坏的打算。正如泰国文化中的一种信念，若坏事提前说出并引起警觉，人们采取行动后，事情未必会朝最坏方向发展。预言的价值正在于警醒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在命运洪流面前争取一丝主动。因此，Ply 师傅除了预测厄运，也提出了非常具体的避灾建议。他多次呼吁民众准备急难救助包或逃生背囊，并强调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真有需要。这背囊应放在家中随手可及的地方，内含一些维生基本物品，如重要证件的复印件、适量现金、常用药物、简易急救用品、手电筒、打火机、哨子、轻便雨衣、保暖毯，以及至少3天份的干粮和瓶装水。一旦发生地震或火灾，需要迅速撤离，拿起这个背包就能保障家庭短期的基本生存，不至于在混乱中陷入绝境。此外，他提醒大家将家中贵重物品和无法带走的重要文件储存在高处或防水防火的保险箱里，以免洪水或火灾突然来袭时将一切化为乌有。事实上，近年来在许多国家都兴起了所谓的末日准备者 Doomsday Preppers 运动，他们热衷于分享如何在灾难中生存的知识和技巧，从储存食物水源、自建避难地堡，到学习狩猎、钓鱼、野外取火等技能，可谓无所不包。在平时看来，这些举动也许有些小题大做，但若灾难真降临，正是这些准备能让人从容应对。许多经历过灾难的幸存者都表示，正因为提前准备了食品和发电机，他们才能在风暴断电时维持基本生活。由此可见，有备无患绝非陈腔滥调，而是面对未知风险的明智之举。除了物质准备之外，精神态度同样重要。Ply 师傅提到这些预言时，用了一个词来概括背后原因：共业。这是佛教里的概念，指众生共同造作的业力，招致共同承担的恶果。换句话说，人类集体的所作所为引发了这些灾难。比如战争源于人类的贪婪与仇恨，瘟疫大流行往往与人类过度干涉自然、生态失衡有关，极端天灾则和我们长期对地球资源的挥霍破坏脱不了干系。如果真是如此，那预言也是在督促我们反省自身。Ply 师傅强调，真正化解灾劫的办法不仅在于外在准备，更有赖于内在的觉醒和良知。当更多人心存正气，敬畏天地，敬畏生命，或许才能改变共业，让厄运减轻，甚至转危为安。当然，对神明的信仰与祈祷也是许多人在面对灾难时的重要精神寄托。无论信仰何种宗教，保持对天地的敬畏，对善良的坚守，往往能使人在乱世中保持理智和平和，这对熬过艰难时期至关重要。一些宗教团体则指出，当前世界的乱象与经典中的末世预兆高度吻合。无论是圣经启示录里战争、瘟疫、饥荒四骑士的降临，还是佛教所说末法时代众生共业的爆发，人类似乎正处在一个道德失衡、天灾人祸频繁的关口。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就更需要我们每个人在精神上反省自身，重建信仰与良知，以期改变整体命运的走向。值得欣慰的是，预言毕竟不是注定的命运，而是对未来走向的推测和警示。人类历史上多次面临看似无解的危局，最终都凭借智慧和勇气闯了过来。黑死病横行之后，人类迎来医学革命；2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国际新秩序。每一次大灾难之后，我们都在废墟上重建家园，并汲取教训。或许这也是烈马浴火重生寓意的体现。在经历苦难淬炼后，社会会产生反思和变革，从而获得新生。纵然未来几年乌云压顶，我们依然有理由相信黎明终会再临，
前提是我们愿意行动，并团结一致，迎接挑战。放眼全球，不止 Play 师傅一人在预警未来的风险。西方著名预言家诺查丹马斯的百诗集曾留下许多隐晦的4行诗，被后人解读出对当今时局的不祥暗示。他的支持者声称，诺查丹马斯预言了从大革命到世界大战的一系列事件。虽然诗文晦涩难懂，但仍让人毛骨悚然。东方的推背图、马前课等古预言，也有许多耐人寻味的诗句，仿佛指涉当代。一些现代的科学预测模型亦描绘了相似的危机，例如气候学家警告，若不减排，21世纪中叶前气候灾难将难以逆转。军事专家则指出，当前地缘政治的紧张态势前所未有，意外擦枪走火的几率大增。可以说，在关键趋势上，预言与科学的结论并非毫无交集。值得一提的是，在华人社会，近期也有占卜师接连4次占得空亡卦，这被解读为将有异常大事发生的兆头。不仅如此，一些预言甚至点出了科技领域的隐患，例如有人警告人工智能叛变的可能性。这听起来像科幻故事，但一些知名科学家和企业家已对失控的人工智慧发出警告。如果在社会动荡之际， AI 系统发生严重故障，例如无人武器误判目标或被不法分子操控，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还有人声称班加夫人预言过未来某年将有外星文明降临地球，引发巨大震动。虽然这类预言听起来奇幻，但也透露出人类对未知力量的种种想象与不安。回到眼下，2026年的序幕已经拉开，尽管谁也无法断言未来一定会如预言所述般黑暗，但这些警告绝对值得我们深思。我们是否已经太久沉醉于科技和繁荣带来的安全感，而忽视了文明的脆弱？当今世界的和平与秩序其实比想象中更加不堪一击。一次疫情就能令各国封锁边境，一场战争即可推高全球粮价，一次金融风暴足以击溃千万人的生计。这些教训在最近几年已屡屡上演，然而人类往往健忘，危机过后又重回惯常的轨道，对风险掉以轻心。也许 Play 师傅以及其他预言者的苦心，就是要我们别再麻木，别再侥幸。与其视而不见，不如将信将疑地做些准备；与其嗤之以鼻，不如留个心眼，提高警戒。2026年究竟会成为人类灾难史上的转折点，还是最终证实只是一场虚惊？这一问题恐怕只能留待时间去回答。但眼下我们能做的就是谨慎以对，不懈努力，尽可能为各种变局做好准备。在节目的最后，不妨再次品味 Play 师傅那句意味深长的叮咛：时间真的不多了。短短一句话，道出了他内心的紧迫感。如果2026年的命运真的如他所见般危机四伏，那么现在正是我们改变结局的关键窗口期。或许我们无法左右天灾人祸的发生，但至少可以调整自身的态度和应对方式，尽可能降低损失，保存希望。希望未来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能庆幸自己曾经努力过，避免了最坏的剧本成真。也许正如那匹浴火重生的烈马，只要不放弃奔跑，我们终将冲出火海，迎来新生的黎明。总而言之，风雨欲来的时刻，让我们谨记未雨绸缪之道，因为毕竟时间真的不多了。